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我们今天呢就讲一下，就是精准到可怕的预言，那就是在明朝开国初期的这位神人啊，刘伯温。对他的一生呢，其实对于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重要的事做了很多预言，尤其是预言到了朱元璋能做皇帝，就预言到了很多次的战役应该去怎样去打，预言到了战役之中发生的大的重要的细节的点，那么其实流传到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他做的预言歌，就叫烧饼歌，他几乎精准地预言到了整个这个大明朝从兴起以及到灭亡的整个的大的事件，乃至到灭亡的那一天，还有谁灭的大明王朝。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可怕的感觉啊？真是鬼神都感觉到惊讶呀，何况我们人类呢？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现代远远的超越了明朝几百年之后了那么在当时未来的300-500年之后，未来的300-500年之后还没有到来的这个时空发生的这些事情，他都知道，而且知道相关的重要的人叫什么名字甚至发生的地点甚至是捣乱的人等等的都预测到了。所以我说，其实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直播的名字就是叫做可怕的预言。那有人说这个有点是不是故意将这个东西弄得很玄让我们的朋友们一听，哇，那么玄乎。如果没那么玄呢，你自己想一想，如果未来有一个算命师告诉你你哪一天撞车，哪条腿是断的，之后你哪一年得脑血栓，哪一年得癌症之后你哪个孩子不好，你哪一天死，告诉你怎么死的，你的坟冲哪边，最后说你的尸体被狗刨了等等的，都能发现，你的事实能证明的时候，你不觉得害怕吗？何况他预言了几百年的大明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之中的大事件，所以可怕，可怕。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精准的预言的一位超级大师刘伯温和他的烧饼歌今天我们就来叙述一下那么话说呢，就是有一天他的老主人朱元璋，其实朱元璋比他年轻但是我们说是历史的问题嘛。他的主人朱元璋那不是当皇帝了吗？有一天这下了班之后，打后头这个有点，他是一个很开创的皇帝他的大脑没有停止过一刻。你想，该定的法律也定了，是吧？该封的功臣都封了，这个敌对分子该跑的也跑了，甚至是该写的家训也得写。到了这个时候，有天他想，我们这一切这个国家创造出来不容易，对不对？多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呢？献出了自己的鲜血那我们建立这个大明王朝能传多少年多少辈是吧？你说今天人富裕一点了，是不是？说我挣了这个财富，我能传承几代？前面我们不是说富不过3代，富不过4代，还有一些国外的大集团，有的传承了8代10代都有，对不对？那是怎么传的？皇帝也是人，他无非就比较神一些，对不对？他也非常的费头痛，他也想着说我能多传几代更好，是不是多找几个神人给预言一下。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时候呢，
这个太监丫鬟，哎，端上来了一盘烧饼。烧饼啊，就是白面啊，做成一个圆乎乎的一个饼子啊，在那个过去那个火炉子里烤出来那个皮一咬，咔哧咔哧响啊。他拿那个烧饼呢，刚咬了一口，哎，太监传信儿报皇上，刘伯温刘大人觐见。说，哎，这老头来的好啊，赶快就把这个烧饼哈。他咬了一口这个烧饼啊，咬了一口之后，哎，好事儿，把它盖起来啊，让他进来。刘伯温进来了啊，该行礼行礼，该问安问安。问完之后说不用多礼啊，这个我的大师啊，你不是最牛吗？你预言能力那么强，之前棒丹干了那么多的丰功伟业的事儿，对不对？哎，其实我现在开始有另外一个问题哈，我想问问你哈，你不是无所不知吗？其实朱元璋对他也是羡慕嫉妒恨啊。朱元璋能干，但是这些能力是没有的啊。这个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杀人能力都是一流的，就是没有预言能力啊。哎，老头儿啊，我说老头儿刘大人啊。刘伯温刘大人，你看我这个碟子里头盖的是什么？这个刘伯温闭着眼睛掐指一算之后，这个半似日兮半似月啊，因为很多人中文基础差哈，觉着你翻译一下我的英文啊，就是又像太阳啊，又像月亮。哎，完全正确啊！又像太阳，又像月亮，就是半似日兮，半似月啊。曾被金龙咬一缺。被金龙，其实金龙指的就是皇上。皇上对，咬了一个口，咬了一个口，一个缺口。缺口，对，叫咬一缺啊。这个此乃食物啊，其实就是饼啊。皇上一听，这老头子果然厉害，和孙悟空一样哈，真是厉害，火眼金睛啊！你能看穿我这碟子里放的什么东西啊？行，不错，就有这个本事的话，给咱看点大事儿啊！老头不能白活一场哈。一开始就问了哈，咱们这个以后我就是直接白话说吧，你看咱们这个开疆立业不容易，对不对？哎，你给咱预言一下，咱大明江山能穿多少年多少代呀？哟，刘伯温一提这种事儿，大家害怕。虽然他有预言能力，但是毕竟有这个，一个是天机不可泄露，还有一个呢，一个君主和臣子的这个分别，对不对？臣子不可以随便说，哎，皇帝你哪天死，就不能随便说的吧？尤其是过去的涉及到那个国运，是不是啊？屋里不能妄议呀，随提都不能提。他就算知道也不可以乱说，对，一说了就是死罪。是皇上不开心呢。皇上，你的皇帝希望的是越长越好啊。那你说多少年算合适啊？对不对？这真的是要掉脑袋的。哎，所以刘伯温就说：“这个茫茫天数啊，我主万子万孙呐，何必问哉？”啊，来翻译。说咱们这大明江山呐，那一传很多很多代，皇上您呢能传下去千代万代，万子万孙啊，这个事儿啊，咱就不用说了，一定是这样的。对，那还用说呀？啊，就是这个意思。皇帝一听说你说的也挺好，我知道你也是让我开心呐，但是这个东西啊，就有生就有灭啊，咱们说说又何妨呢？对不对？哎，这有问题，咱们提前帮着解决多好啊，对不对？哎，这个刘伯温就说这个，意思你就说说不怕。哎，这个刘伯温就说，哎呀，天机不可泄露，啊，如果我也说了，我是有罪过的呀。我第一个罪对苍天之间，我泄露天机、泄露机密，有这个罪过。第二个容易让皇上生气，
所以我也不敢说。其实我不想冒犯陛下您哈，就是这个意思。哎，皇帝说你不用怕，你就说错了之后，我也免你死罪，保证不惩罚。是我问的你，不怪你，你知道就说，但是不要乱说就完了。他说那不行，我不敢说，说我给你免死金牌。那个时候啊，哎，明朝开国的时候真有免死金牌啊，拿个牌子，这个上头就写免死金牌，皇帝颁发的啊，通常是什么超级大功臣啊，给你个免死金牌。来了，太监把那个免死金牌给他，就给了他了。你随便说，保证没事儿，没人惩罚你啊，我赦免你无罪啊，你就大大方方说就好了啊，你别扫我的兴啊。好吧，那这件您就问吧。这个我朝来，好，就这，哎，刘伯温就该说了呗。哎，就开始说了哈。对，这是我们一统世界。哎，我们他们当时在明朝这个世界当中，他们又没坐飞机到欧洲、到美国来玩，对不对？他觉得我们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啊，对，就是这样。接下来预言来了哈，大家注意听哈，睁大耳朵啊，哎，南方终灭，北方兴。南方终灭，北方兴。虽然太子是第一，文心高拱日方西。这就是预言开始了啊。那这个直白的话呀，不是听不懂啊，师傅。听不懂啊？不知道朱元璋听懂没？反正我没听懂哎。师傅还得白话文，还得给大家解释解释，可以吗？这个南方终灭，北方兴。从这一句哈，这个南方中，是他这个当时建立大明王朝的时候的一个步骤，记得吗？前一期我们讲到，他们一起打仗的那个环境在哪里啊？南京江浙地区。对，和北京比的话，那就是南方，对不对？对。他们在南方把其他的起义军打败了，也把这个元朝的官兵打走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南京就是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定都了。对，既叫定都，就变成了建立了大明王国，建立了大明国。对，所以南方先兴起来，南方先兴盛起来，之后呢，再去兴盛北方。按照现代的话，就是解放北方啊。对，他先把南方的这些各种门派打败之后，建立了这个王都之后呢，再往后打，就一直把这个蒙古人赶出了该赶去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它是有几种寓意。这第一个就是他建立的这个过程。从南到北。并且他建立大明王朝的这个国都呢，首都呢，正是南京，还是靠南边的。对，可是到之后应该说20来年之后，其实就迁都到北京了。对，你想北京南京距离很远了，那个时候怎么可能说还迁都啊？因为刚建都，因为朱元璋他是大明的开国皇帝，他定都的在南京嘛，对，他肯定没有想去往哪儿迁嘛。对。好，所以呢，他这个预言呢，还有一个是南方终灭，北方兴。这个是叫做，他讲的是叫国运。对，国运。这是南京城，据历史上的资料来反映哈，我没有细查，就是据我听说的是，在南京建立王朝首都，而使这个王国，使这个国家更长久的支撑下去的国家是没有的。大家一起总结这个历史哈。对。
对，你看中国历史上在哪有西安、西安、西咸长阳、安、西安开封，洛对阳，再就是洛阳，开封，啊对，尤其是对，再就是开封。嗯，开封这个名字起的，那个时候不叫开封，汴梁，汴京哦，啊，汴汴梁、汴京对啊，对，这些名字也不是那么吉祥，因为很快就别人给灭了，是就变，对不对？但是在西安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西，安、长安也叫比较长安好。对，你看起的名字好，长安。安安，对，对，嗯，但是呢，明朝真正兴盛、更长久的，其实南京就是开国的那20年以几内十年儿，嗯， ，20年以内，在南京啊当这个首都。是， 20来年以后迁都到了北京，对也到了第3代皇帝朱棣上来的时候，就把它就建立在北京了。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高人啊，高人名字我先不透露哈，一个高人是一个佛教的大师，也是一位通灵者，非常厉害。他的能力可能只在刘伯温之上，而不在之下，是这么强的一个人啊。他就说，我们应该将我们的首都城市坐落到北京。那个里头有很多故事哈，他们里头对话的故事啊，对话的故事我们不说了吧，因为太长了。哎，就咱还是先看刘伯对温的预言，所以呢，就是南方终灭，北方兴，也就是灭，就是不要这个皇都了，我要迁都到北京去。而北方兴，由北方兴旺发达，而俯瞰中华大地，要往南看。我们给我们的网友介绍一点中国的叫做基本哲学概念哈。中国的哲学概念之中，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哲学，啊，应该也叫地理学。哎，你们俩那么聪明，请问，这个太阳从哪边升起，往哪边落下去？东方升起，西方落。哎，同样是这个样子哈。对，我们盖上一间房子，我们这个房子呢是坐北朝南。北边也有窗户，南边也有窗户。请问哪边的窗户能接受到阳光？南边。物理就不知道，我看你没表示，没住过北房嘛，所以就不知道北边的窗户能不能晒到太阳哈。所以因为你是南方人嘛，南方的话，我估计到那个地方，因为南方离太阳的那个方向更改变了之后，说不定在上海的话就能太阳从北边照进去。南方的北窗还是照不到太阳，还是照不了哈。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国家可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那它南边照不着啊？对，哎，人家是坐南朝北。对。哎，像包括你像欧洲、美洲中国、亚洲这些哈，都是叫坐北朝南。北边呢，太阳照不到它。如果北边也开窗户的话，照不到它，是吧？南边开窗户呢，阳光就能照进来，对不对？对。哎，所以他就盖房子的时候，通常呢，我们靠北侧的这个墙哈，一般是不留窗户。留窗户因为冷，北风是嗖。对，北方它屋里要保温保暖嘛，保暖才生活的有温馨的感觉，对不对？才适合孩子的成长哈。所以的话呢，通常北方不留窗户。哎，这叫坐北朝南，接受阳光，茁壮成长，是这样子，就是一种成长、兴旺、发达、发展这个意思哈。所以呢，他说北方的这样的这个国运哈，哎，都应该坐北朝南，俯瞰天下，要这样子啊，他这样才是对的。所以你在半截腰上出一个首都之后，这没当几年叫人给灭了。就是这样，你看现在中国首都还是在北京，对不对？是，而不是在南京啊。是啊，南京留下的都是让人流泪的事实，对不对？哎，你看那个1945年是不是也是打个乱七八糟那是，对不对？也没待几年就跑了，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政治我们就不敢乱讲。那我们讲古代政治，在南京没有几个人待几年。没错。所以以后大家当皇帝不要在南京当皇帝，好吧？你看，这是一个国运的一个预测啊。事实之后是证明了，很多年都是，首都就在北京。对，应该的。对，应该的。在那个时候，所有天下人都反对，
那个时候哪是应该的？那个时候可是改革的，这家伙迁都可不是大。那个时候是不应该，知道吗？那叫什么呢？风水学就那现实的形式来说叫天子守边关。哦，因为北京基本就是在边境上了。对呀，你北京往外出去50公里，长城脚下，全都不是什么长城脚下，一过了长城全是北蛮。对，蒙古人、马拉人什么，对，都是少数民族，对，都可以和当时的大明王朝做贸易，要么就变成敌人来侵犯，抢，都是这样的。它已经不属于大明王朝，是这样的。反而在那守边关，皇帝守边关这个东西，这个风险太大，不太对嘛？对呀，你比如说我们打仗，我们带了10万人，对不对？中军大帐就是元帅。那个仗应该在哪里啊？中间啊，通常是在中间嘛，你保护着嘛。结果中军大帐放到边缘上来了，而且离敌人很近，人家说你傻呀，你这样那太危险了，对不对？对。可是它的奇特之处正是这样，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这样的事情，就在大明王朝发生了。对。但是事实上当的还挺好。对，还确实就兴旺了。对，就兴旺，还就定下来了。对。对。好玩吧哈？好玩，哎，这个已经是这烧饼歌中预言的这个我们知道的事实，就相应的很准确了。对了，对，所以那个龙头在北方啊，北方就兴旺。是。所以那个都城都城就是皇都之城，一定要兴旺发达才行啊，代表着整个国运兴旺啊。好，再接下来呢就是，虽然太子是敌意啊。虽然太子是敌意，这个时候就有个转折。虽然太子是敌意，这时候我们不介绍历史对，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说这么一句呢？如果有中国哲学概念的话，太子难不是敌意，那不废话吗？就是一定是自己的亲孩子，对不对？是，才能当太子，当下一代的国王，对不对？对。他为什么说？虽然太子是敌意呢，那肯定后头有个但是啊。对，里头肯定有个但是，且听我解说。对，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到中年以后呢，等差不多这个天下也平下来之后国家这些大臣都会自动的告诉皇帝要做几件事儿。除了我们刚才说修法律等等的，建立法治社会哪些要做农业的，要开运河的要进行税务改革的，这些都是必然的皇帝办公处理的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皇帝私家事儿。第一个就是立太子，就是你的接班人。说有的时候万一谁突然之间走了，你没定太子就天下大乱，不用多了儿子。有3个儿子就打起来了，就让谁当皇帝啊？多数人都想当皇帝，对不对？何况朱元璋不止3个儿子啊，对吧？一群儿子我也数不清了一群儿子那就乱了。所以朝廷大臣就是说，皇帝您一定要在这个月立下太子来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么做的还有一件事，你必须确定我们要拨经费修您这个皇帝和您的后代的陵墓的地方。一个陵墓有的是修10几年到30几年的，像那个谁的13陵，13陵，有很多特别高级的大坟墓一修就是30年，就是这样。秦始皇的要修6年的这叫很草率的，因为他在地下修是不容易。对，地下工程在古代的时候，所以这些事儿一定要做。所以在埋的皇帝的陵墓、祖坟，乃至到确立太子，这都是与这个叫做国祚大运的事情。国祚大运就是他的这种礼法他国家的这个一个运程一个国运还有就是你这些该做什么做什么，所有的这些规定、礼仪、制度等等，要遵循着这一些。然后这个立太子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得明确了。然后一个呢，太子他要学习辅助治国学习以后当接班人。再一个大臣什么的也是有所拥戴，也明清楚。是讲得很好你这个方面的功底真的不错，我都怀疑你是从明朝来的有可能朱元璋派来的那个好，
这个时候就确立太子。朱元璋觉得呢，若干个孩子之中哈，给他一个是感情深，就印象好，是他的大儿子，啊，叫朱啥来着？朱标啊，他对这个朱标大儿子印象特别好，还特别仁义，就是比较善良，啊，厚道，对他的弟弟妹妹们呢也特别善良，特别好，对于父母亲呢又很孝顺，还知书达理，而且还能干，是吧？又会打仗，又会指挥作战，啊，文化方面也还行，对大家都好。凡是认识朱标的人都觉得这是个好人，所以呢，朱元璋就确立了，正好他的这个长子嘛，哈，又是老大儿子，就是儿子中的老大，通常容易立长子，并且这个朱标也是他的皇后生的，是吧？是马皇后生的，所以一般呢，立这个太子呢，首先一个是谁生的，就是最正宗的皇帝，那是不能变的啊，一定是皇帝的骨血。但是他不是很多女人嘛，在皇宫里头啊，最好是皇后生的，这叫嫡裔，所以嫡裔太子。觉得如果是一个妃子生的呢，叫啥？叫庶子是吧？大树的树吗？就是有点像甘蔗的那个底下那个字儿，得让那个音响台小哥儿得写一下，就是庶出的那个庶。对对，就是指的是平民啦，就不是古人讲的庶民。哎，所以这种呢叫庶子。庶子也可以，也是。但是如果说咱说更惨的哈，说连妃子都不是，就是一个宫女生的，或者在外面一个女人生的，那叫什么子？也是庶子吧，反正也是皇帝亲儿子。我起个名儿叫桃子啊，行，没这名哈，没这名哈，但是也是孩子，就是说前头这些都不行，凡是皇帝生的就可以。但是呢，如果这些都有，这几种人都生了，这首选一定是皇后生的，是这样子。所以朱元璋选的不错，这又是皇后，又是大儿子，为人又厚道又不错，对不对？而且是有一种大将风范，所以就是立朱标大儿子为太子，即是接班人。可是这个有些好人哈没好命，他的使命完成了就死了。听说死在老爹前头了。死的对，死在前头了，中年刚到中年就死，你看白立太子了吧？对呀，就得再找。结果犯了一个很奇特的，朱元璋也是比较霸道嘛。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他立了谁？结果立的是朱标的儿子。变成爷爷死了之后，孙子直接上。就不是儿子那一辈的来继位了。就通常来说，如果长子去世的话，可能就是往后，比方说二儿子，对，从庶出的这些皇子当中再选一位来继承他的皇位了。那结果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刚才师父所说的，就是朱元璋他的决定就是跳过了这个儿辈的儿子这一辈，对，直接把皇位给了孙子辈了。所以这个不寻常。对，所以这句话就是解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虽然太子是嫡裔，这不又隔了一辈，但是呢，我觉得哈，刚才物理解释也挺好，我还是重复一下，我觉得，因为他好几个儿子呀，应该说超过8个儿子吧，可能啊。这有正传的，代传的都有，反正是他儿子，那么多个儿子，你不能隔这个代呀，隔这一辈人哈。比如说这个大儿子长子哈，英年早逝去世了，你应该选的在剩下的几个儿子之中，选一个品德兼优的人，成为接班人，这个是大家觉得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最好爷爷在传皇位上来说，不要传孙子，因为你的儿子还都健在呀，只死了一个呀，这样子。但是这个问题就发生在这个事儿上，这朱元璋就传嫡系的时候哈，这就是这里使得朱元璋的传承哈产生一个
翻天覆地的扭转的局面，扭转了，就不是朱标这一个血脉了，就不是他长子的血脉了，就改了。所以就解释了，虽然太子是嫡裔，虽然是，但是不合乎情理啊。那对，但是呢是啥呢？文星高照，日访兮。哦，这个文星高照，他的孙子呢，接班人孙子就叫朱允文。把这个名字给大家看一下，朱允文。你还带个文吧？对。啊。而且他的国号叫建文帝。对，建文帝。还是文。建文。对。也是这个文吧？对。还有一个朱允文。而且他这个朱允文这个皇帝，他就特别的重文轻武。对，文星高照。文星高照，日访兮。这个里头我们怎么解都可以。反正是一个不幸的意思，我不细解了。我觉得他这个文化的文哈，比如上面文化的文上面这一点就是日，就是太阳。底下这两个交叉太弱，太软弱，你撑不住这个巨大的太阳，使得这个太阳快速的落山，撑不住它。落山就说明它就要落山就灭了。对。但事实上是这样子。所以朱允文呢，一共当了4年，好像是，就如果勉强算是5年啊，应该是4年。对。当了4年，结果就被别人替换了。我们得看，这是个秘密。对。我们按照寓言烧饼歌来看。说到这儿了，说到建文帝这儿，对，大事不好。对，大事不好。虽然这个太子这件事儿，咱们已经啰嗦完了哈。再接着说。皇帝听到这儿得问朱元璋说：“我们现在这个兵强马壮，城池坚固。对。我们这个日防，他不是讲日防兮吗？对呀。我们也防啥呀？对，有啥好防的呀？而且我们这么强大，有什么好防的嘞？对呀。这个刘伯温回答，说我也看到我们的城池和我们的军队都很强壮啊，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防必有严守。他说有一个词来了，四绝无欲。这个字说大家也听不懂。登出来。四绝无欲就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担心的。无欲是没有什么好忧愁担心的事儿只恐燕子飞来。只恐燕子飞来。这又来预言了吧？这么一个小鸟。对呀。说预言的东西就是很奇怪的。对。它只是用一些象征比喻，乃至是非常非常叫做贴切的那个人的名字就来了。有意思啊，在民间，大家会觉得燕子飞到你家来，那是件喜事啊，对吧？对。燕子上你家来筑窝了，那是给你带喜来的。那是普通百姓。对。那现在对于朱元璋来说，对于他的这个帝国来说，为什么要只恐就要只担心担心燕子飞来了呢？对。不寻常。对，那咱还得看看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哈。对。去印证这个烧饼歌。对。好，刚才就讲了哈，说老臣我也觉得我们都很强大城池又坚固，军队又强壮勇猛就是看似没有什么忧患但是只恐怕燕子飞来。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再解上下2句，再讲这一段？就刘伯温他还得接着说吧。对，接着就来了。不懂这块儿说到这儿哈，你把皇帝想，皇帝在认真想。皇帝还想燕子呢。在想这燕子咋回事？是什么燕子呀？对呀。刘伯温呢，就是此时就是说叫作歌3首。写了3段诗歌。其实做歌的概念不一定是现当代人那么个歌哈。对。就是叫顺口溜称为歌。歌也不一定是诗因为它是寓言性的东西。对吧？没有什么对于像正式的诗文那样的一种
标准的那种特殊性啊。对，哎，它就是预言式。嗯啊，一个是呢，子承御驾尽亲征，遗愿山河永乐平。秃顶人来闻莫怨，英雄一半尽还乡。这个还真的完全都不懂了嘞，但是猜不出了呢。但是这里边也看到了一个，就是从后人，我们现在都是后人了嘛，哈，回去看历史，还看到了一个知道的词儿，叫对永乐。对还有一个燕字，前面不是有个只恐燕子飞来吗对？为其实它是啥连到一怕燕子起的，对，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哈。啊，还对看到了一个秃顶人，对。还有个秃顶人，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解释了哈。嗯此诚御驾尽亲征，啊，这我们要讲这几句诗的时候呢，应该接着前面的哈。哎，一个是日防西，防什么呢？城池坚固，我们这么强大，说只恐燕子飞来。我就直白讲了哈。燕子，朱元璋的4儿子，名字叫做朱棣。但是那时候在皇帝制，就是朱元璋不是皇帝吗？他可以封王，通常都是指他本姓，也就是他的孩子，也有人用他的侄子或者他的兄弟去封王。就现在形同于是，形同于也不是省长，就是不是，那可能是在有一些在皇室系统里面的话，嗯还保留着皇室系统的话，那可能就叫亲王之类的，对。对吧？就是、通常这个王呢，对不起，我打断你的话了啊。不好意思，我打断师傅了。就是通常这个王呢，他在历史上，他按照春秋战国时期哈，通常这个王，他的名分不如皇那么高，皇帝是统治者权力最大的，是吧？但是王是第二。哎，那么当时战国时期的他最早，他那个时期也有一个共同遵守的皇帝，你们知道吗？战国时期啊，春秋战国时期，他们有共同尊奉的皇帝。周天子，没错了。但是那个时候在，我们其实读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为什么几乎都不提周天子呢？太弱了，几乎没什么影响力了，对。本来是国王，最后变成县长了，谁还理你啊？就是这样，哪个人连一个草寇都比他强大？就从这个军事和国家的强度上来说的话，所以就是这个国王这个皇帝一旦弱下来之后，底下臣就造反了，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王的概念呢，就从那个时候传下来。那王就是这一伙里面的最大的首领。按照过去的王这个概念呢，是自己有自己的朝廷，还有军队，法律、税收和他的百姓，还有他的地盘，就形成一个叫自治国，小王国了。小王国叫自治国。就是宏观上说，我们崇拜，就像很多像加拿大吧，现在是我们最高的，你要印的钱币上，对，那最响亮的那张照片是谁呢？英女皇。像加拿大，所以它最高的政治的首领其实是英女王，但是加拿大又相对是自治，对不对？对。所以它的管理委员会之中最高的叫总理，而不叫总统，对，也更不叫国王。对，我们叫首相。他的国王是谁呢？英女皇。对。所以，对了，这就形成一个王国，它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大家终于明白了哈。现在都有这样的体制，所以呢，这个皇帝封了他的，尤其是他的儿子、侄子们，也有个别的孙子哈，封了这些王之后，他就有自己的属地。但是到明朝的时候呢，这个朱元璋也挺聪明，也挺狡猾的，
他就把原来让你任意有多少军队都可以吗？他改了，一个国王你的军队不能超过2万人，对不对？你的税收超过多少的时候，你要给朝廷进贡多少，他对下面的王国变成一种很强烈的要求。这2万人归你管，但是最终的军权、指挥权由我皇帝管。他可以驻扎在你，帮你在那守边关，可以，啊，平乱可以，但是军权归我来管理。他就做了一些改革，虽然他的孩子们也是王，但是比战国时期的王的权力小多了。哎，就是这样。所以呢，他这些王呢，实际上等于类似于管每个省一个道理，或者比省还小的区域，啊，由他家来管，因为毕竟是皇帝制的那个时代嘛。所以有很多王，像战国时期的那些王的名字，他们都有。但是其中呢，这个4儿子叫燕王，就是燕子那个燕王。对，他其实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燕，就那个时候就叫燕了哈。这个字儿的读音的话，其实就是古时候就是燕国那一带。对，就是北京附近呐，就是这一大片，北京、河北哈，对，差不多。是。古代就称为叫燕赵嘛，燕国、赵国嘛，就是现在河北。像赵呢，在河北南部靠近黄河地区哈，就现在就是邢台、邯郸那里。那燕呢，就是靠近北京啊那一带啊，叫燕。哎，所以呢，把他的4儿子封为叫燕王。啊，所以只恐。对了，燕王朱棣。这里感觉就对上了一个燕了哈。对，就是但是呢，里头为什么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故呢？对呀。所以我们就只能讲讲这段历史。哎，这个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啊，接班之后，当了皇帝之后，当皇帝的年龄是很年轻啊，是20来岁吧？20岁吧？20岁、21岁这个样子哈。一个20岁的年轻人，就算是皇家的后代来说，也见过一些大世面，对不对？但是毕竟是没有经过风雨啊，对不对？没有在这个江湖上、人世上做过那个摸爬滚打的过程。他也没有像他的那些叔叔们一样，跟着爷爷一块儿去征战沙场，他都没有经历过这一些。他成长的过程，其实他这个家庭已经富二代，对，他就皇二代了。官对，他跟前的丫鬟婆子几十个，就伺候这个小皇子啊，对吧？对，所以他哪见过什么风雨啊？哎，富贵环境成长起来的，对，对。可是他的那些叔叔们，尤其像燕讲两王朱棣，句，对。他们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当时都是征战沙场哈，死里逃生的，都是这种用兵如神的哈，一块打过天下的，真的，那身经百战啊，那是跟着朱元璋一起打天下打下来的，对，那非常不一样，对，特别也是有军功的，懂用兵，懂治国，都是懂的。所以这个朱允炆小皇帝呢，一当了皇帝之后，啊，他呢。这其实两眼一摸黑就懵了，这怎么做这皇帝呀？怎么管理国家呀？对，所以就有不同的人推荐各种政策能人，说你看这个张大师、李大帅之类的哈，给他推荐这样的高人，啊，其中有推荐了这样的高人，啊，叫方孝孺，对，哎，应该是一个大文豪吧。是，大文豪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很有名的，方孝孺，姓方的这个大臣，是一个超级文官，一个老学生吧，老教授级的人物。对对对，很爱读古书的。对，所以就会去刺激这个孩子，说你想当成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啊？那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与这个皇帝沾边的人，都有说我要做尧舜禹，对不对？贤君，是圣人，传说中的最伟大的皇帝，圣人，就简直是圣人，就不像皇帝了，但确实又是皇帝，啊，
但是那仅仅是传说啊！我要做尧舜禹那样的伟大的皇帝啊，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富有，百姓更富有，国家更强大啊！我要超越一切的皇帝，成为最伟大的皇帝。尤其是你想10几岁到20来岁的青年人，又是这种官2代，他懂什么呀？是官3代，对不对？他啥都不懂。他上来之后就想着我出手比你们都强，对不对？你看古代介绍帝王的书我得看了吧，而且我有这么好的这个能人异士都帮我，对不对？所以他就想变得自己非常独树一帜，变成一个很了不起的皇帝。但是人生处处是陷阱啊！如果能有一个良师益友最好了，遇上好老师、好朋友，你的人生可能又是一番模样啊！所以他遇上这样的这方老师方孝孺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最有权力的大臣来支持他，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网友们也评判一下，我不分顺序哈。他上来1个月就已经灭了好几个叔叔辈的这个王，有的莫名其妙给杀了，有的下了毒了，有的给绑架起来了，有的软禁起来了，是吧？1个月就灭了3个王，第4个、第5个他吓得在那哆嗦尿裤子呢都，因为毕竟他是皇帝呀，是不是啊？而且那个王手里没那么多军权，打不过他又，都在害怕，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呢，他有一个推行了一个叫井田制。对，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农业经济政策了。觉着你给大家讲一下井田制是怎么回事好，井田制本来是就是商周时期的那么一个产物，就3000年前的时候。对，就是距明朝，距朱允炆那个时候往前推，也得2000多年以前的那个时候商朝、周朝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社会生产力是怎么样的？基本都还是用石器呢，连铁器、铜器都还没怎么出现呢，很少很少呢。所以农业非常的不发达。那国家的土地都是归天子所有，就是公有化的土地，没有这种私有制的，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形式。那当时呢，所谓的叫井田制，就比如说，好，这一块地是你的哈，这一块地多少亩，然后呢就画个像个咱们现在写这个井字儿似的，分成9块，9块呢，周围这8块呢都是私田。所谓的私田，就是上面收获的那些粮食归你自己使用归你所有。中间那一块叫公田，也就是说，公田上头收获的这个粮食，你得缴纳给官府，缴纳给王侯皇上，就像纳税一样。对，它是这样的。在当时，在周朝、商朝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一种政策，是鼓励了大家去那个开发土地呀、国家纳税呀等等的哈。当时是那样的。但是后来就是到了春秋，尤其是战国年代的时候，铁器就有了。再种地的话，那不拿石头去刨地了，是变成有那个锄头啊，有犁呀，耕牛啊，有铁器了，生产力提高了。没错，对，而且农民他再去拓荒啊，还是干什么，就很方便了。所以这个土地的私有化就提上了日程，大家都想说这块地是我自己的，而且最好是全部拥有它的这种感觉。对，不光是拥有一个使用权，是拥有一个所有权。这个地我可以买卖，这个才叫私有的嘛，哈。所以你看，就是秦朝以前那个时候有一个不是秦朝，秦国呀，战国时期那个秦国有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时候，他变了什么呢？就是废除了井田制，它叫废井田，开阡陌。开阡陌就是开垦荒地，对，大刺激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然后呢，土地可以买卖，可以私有，这个是一个非常文明的进步。从公有化到私有化从这样的一种低级的纳税制度到一种新的一种纳税制度，是这样的。好，话说到了这个朱允炆时代，这离那个商鞅变法都过来2000年了。方孝孺老先生说，
周礼》里头这本书可是写得好啊，人家那个时候都是井田制啊。我们要成为尧舜禹那样的皇帝，我们要复古啊，要遵循古训呐。他就忘了那个时候都是那样的那个条件，都用石头，那生产力是哪一样？跟你明朝现在都用火铳火炮了都，能一样吗？还复古呢？他要推出这个，不就是倒退2000多年吗？老百姓也好，地主也好，官僚也好，哪个乐意啊？就物理师姐，现在你们家房子都是私有的，然后方孝孺说你必须都得公有化啊，弄出来1块1/4交给国家，交给国家，谁乐意呀？对吧？都得揭竿而起。所以好在当年这个方孝孺提了这个提议，还没执行，要执行了，天下就大乱了。倒退，政策倒退。非常好。你讲的真好，我终于把井田制给搞明白了。对，我还记得我从初中就开始学历史，就学这井田制，我硬是没学懂。到现在才开悟，对不对？现在学懂了。对，不是，那都废除的东西就不用学了。对，哎，所以大家看看啊，这个井田制一旦推出去之后，全民都来憎恨这个小皇帝。对呀。但是呢，大家不知道，这是方孝孺这个死老头出的馊主意。说方孝孺哈，就是这老头都老了还没断奶，永远长不大这个老活宝，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今天你说？不是，师父请讲。所以这个就是他等于在害死朱允炆呐。你想哈，你把你那几个叔叔成为王的叔叔给灭了。还至少是有限制的，对不对？最多10个叔叔给灭了。但是如果你用井田制的话呢，全国每一个人都恨这个皇帝，又要开始农民起义了，与所有的农民为敌。真的，中国就是农业社会啊，中国那个时候没有商人啊，对不对？你看看，所以我说良师益友多重要啊，对不对？是方孝孺这朋友不可交。你看把小皇帝给带的。小皇帝说自己既然能当尧舜禹的最文明的皇帝，为啥不干呢？你看这方孝孺害人吧，立刻就会天下大乱了，那个大灾就来了呀，对不对？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朱允炆这个小皇帝哈，他继续一边是抓他那些叔叔们，抓了一个又一个。已经定好日子了，去抓燕王朱棣。我还知道那一次整个策划哈，朱棣是一个什么呢？跟他爹一起打仗啊，从农民吃不上饭，最后变成国王，变成皇帝了，是不是啊？他整个这一路打过来的，而且这个朱棣哈，自己领一支队伍什么呢？他很少和人正面作战，全是玩阴的。这个孩子哈，天生就是熟读《孙子兵法》的人兵者，诡道也。我才不和你正面交锋，我把我的1万子弟兵8000全培养成间谍，弄了说500人在皇宫里头当内线，所以这名皇帝每天做啥，谁给他洗脚都知道，就是已经燕王朱棣对皇帝了解到这个程度，那些。姓方的老头给他出的馊主意，他一目了然，非常了解。那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来？朱允炆，啥时候想要对他下手了，他也早就已经早知道了。这么一说，好，2天以后，尤其这么说，2天以后，我给你3万还是6万的队伍去就是到天黑的时候才靠近这个。燕京就是他燕国的首都嘛在靠近那个区域，好吧，不要早到对，到那个时间点埋伏在那儿，人家都已经这些讯息都一目了然，都清楚。朱棣就派他的敢死队就一人叼个这个吸管就芦苇管就藏在这个冰下头，卢沟桥就是卢沟桥下面那个水下头，就等了4个小时。大家都盼直念咒，怎么还不来啊？好冻啊！但是敢死队呀，等他是非常会打仗，等来抓他这个兵一上这个桥，他们都从水底下杀出来。
几乎全军覆灭，就是来抓他的朱允炆的军队哈。对，都还没进那个燕国燕城呢。对，但是这样也被朱棣就是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起兵的理由了。他是被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王子。对呀，你来灭我呀。对。啊，来灭我，所以我就灭你。但是朱棣在此之前早就有准备。朱棣有一个特别超级的大军师，就我们说的那位神人，那位神人哈，叫姚广孝，姚广孝，这是一个实在是超级了不起的神僧啊，了不起的大和尚。因为这个大和尚早就有预言到了，真正的皇帝是朱棣燕王，而不是其他人，更不是他的长子朱标啊，什么孙子朱允炆呐，根本就不是。我都不稀罕伺候他们，因为在好几年前，就是这个朱棣的母亲哈，去世了。就是马皇后去世了，就是朱元璋的太太去世。他们都必须从他的封国到当时到南京啊，回到首都来吊唁啊，祭祀母亲，对不对？母亲去世了呀，说还要请一些道士和尚来帮着做法事，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姚广孝他是出家人，佛教的。也一样走进去，当路过到朱棣，那个时候他们没见过面，他一看到朱棣之后，那么多都是皇子啊，皇子皇孙的，站了一大排一屋子人。他到了朱棣那儿，就轻声的给朱棣耳边说：“我想送你一顶白帽子。”你想他母亲死了，送他白帽，那燕国那叫相帽啊，就是守孝用的，听起来合理，对不对？对。今天合理的事儿，为什么悄声说呢？白帽子，因为那个是朱棣当时已经是燕王了，朱棣听懂了，朱棣是王啊，燕王一笑，对，没敢露出来。对，大家有一个猜字哈，就是白帽子王，朱棣是燕王的上面加一个白是什么字？皇啊，皇帝我知道了，师傅。这个时候其实姚广孝就意思说，您今后有可能会不是有可能，我送你一顶白帽子，就是你就是我帮你成为皇上，而且我帮你。对当完了之后，这个悼念这个结束之后朱棣立刻就带着姚广孝走，给我去燕京，去我的燕国，就把他带走了。带走了之后，这个姚广孝就告诉他，你未来是要做大事第一个，你要储存粮草，还有带有很多兵器，你还要准备很多兵，因为有一天你会有灾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我不是让你造反，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做好这个准备的吧。你反正你不懂天象，天象的意义就让我说给你，你这么做这朱棣是打仗出来的，总是有那种打仗的刺激和警觉，对不对？所以听着也有道理，因为打仗打惯了嘛，是不是好吧，你说怎么做吧。说第一个招兵，第二个要打那个兵器，还要练兵。打兵器打铁，叮当叮当叮当，也打农具吧，可以光明正大打，对不对？你打的都是大刀长矛，是不是都是兵器，那叫那个皇帝的间谍知道了还得了吗？怎么办呢？在地下挖地道，在地下打铁，就怕声音还传上来，怎么办呢？上头弄了养鸭子圈，养鸭场，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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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全在那叫，就把那个打兵器打铁那个声音给遮盖住。果真很阴啊！他还一个是在地下训练士兵，还在人看不到的一些荒野上练兵，偷偷招兵练兵，打造兵器等等的，做这些
充分的准备。他说你就背下来就好了，反正你没造反，最多就制造兵器而已嘛。有一天肯定能用到，一定是合理的用到。所以就是等于是侄儿亲自就送上门来了。对，好了，当朱允炆来灭他的时候，他已经早有防范了。所以当他抓他第一个叔叔的时候，你想燕王朱棣有没有得到情报呢？早得到了，是不是啊？那个姚广孝给他算的哈，第4个就抓你，而且他们不是抓你，直接就把你砍头。因为也知道他这个叔叔最厉害的，他最厉害，最能所以够不会把你抓回去，直接杀人灭口。是这样的。最威胁到他的皇权的就是这对个叔叔了。对，并且其实在这个之前，在抓他之前哈，真正的细节哈，朱允炆他下面那个阴谋家哈，还找人来测试朱棣，你是不是想造反咋试探呢？啊？还用试探他，用各种的方法试探。哎呦，那朱棣呢就装傻装病，不行，我疯了，我傻了，神经病了，是不是啊？你想嘛，这个大冬天烤着火炉子，拿几大桶凉水往头上一浇，在外面再冻上2小时，抬进来这能不哆嗦吗？一碰脸发烧啊，完了就胡说八道，骂自己，要吃猪屎之类的，说这真疯了。就这样才推迟了灭他的时间，否则他是第一个挨刀的。才最后就这么演了一番，还不要放过他，还得砍他。真是哆嗦死了，对吓坏了他你看自己也是。所以他这个朱允炆不是什么好人来着，说这孩子哈又年轻，心眼小，还特别狠，出手贼狠。跟他爸的性格相差太远了，太不一样了。所以他亲爸是谁，我真想研究一下啊。对，也有的时候说实在话，老母猪生出个恶狼来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人的内心的东西是不知道的。这个东西也是与他的老师也有关系，或者与他妈的个性也有关系，对不对？比如他爸比较温和，他妈比较野蛮呢，对不对？这个外在像爸爸，内心像妈妈。你很多孩子是这样的，对不对？觉得你像你，算了，我不问你了哈。好，对，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子，超出你的想象，对不对？还得哥俩都是个性完全不同，这大有人在，对不对？所以朱棣早就知道朱允炆只要一上台就干掉他，所以这个姚广孝提前把这个事情给他讲明白了，你要早做准备，否则你做冤死鬼啊，对不对？你是一代英雄啊，堂堂皇子啊，对不对？堂堂的燕王啊，至少在当时来说比中国的这个省长权力还大，对不对？你叫人这活活给窝囊给杀死了之后，多不划算了。那你想这么死吗？那朱棣肯定想，我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为什么这死啊？他让我死我就死啊，这他是皇帝啊，皇帝圣旨一下，如果你但敢和他对抗，那就等于造反，对不对？哎，就是挺难的，所以你要做准备。所以他就悄悄的练了很多兵，做了兵器啊等等的这些准备，做了很多很多。但就是这样灭他没灭得了，他就开始正式的造反，朱棣造反，完了起了名字叫清君侧，就是皇帝旁边有小人，我们要去抓那些坏人啊。其实打仗不容易哈，打了3年仗，长话短说，打了3年仗，直接拿下了南京。拿下南京城之后，但是皇宫这时候就起火了，不知谁放的火，皇宫起火了。在皇宫这个起火的烧的碎瓦砾堆之中，有个青年男子的尸体，但是到今天也是个历史的谜题哈，就不知道这是朱允炆还是其他人，反正有这么一个男性的年轻的尸体在那儿。那么很多江湖传闻说，其实他已经跑了，他成为了一个出家人在修行，反正就是这各种传说都有，也没人承认谁是朱允炆嘛。但是这留下这么个尸体，那在众人推举之下，这个朱棣当了新的皇帝。然后他的年号就是
永乐。对，你看，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永乐大帝。永乐大帝，你看，所以这个刘伯温多厉害呀！他在这个他写的这几首顺口溜里头，一愿山河永乐平，啊，前头说这个只恐燕子飞来哈，连这燕王朱棣这个地方燕王都指出来了，然后永乐平、永乐都指出来了，然后底下那个秃顶人闹半天，我们现在听明白了，就是这位圣僧哈，这个姚广孝，所以这个人有这么一个人也预测出来了，多牛！甚至是他们为了对抗朱棣哈，当时朱允炆还在的时候，对抗朱棣，前头有一句寓言诗哈，这个此诚御驾尽亲征啊，就是当时哈，御驾亲不亲征的，就是当时他派不出一个像样的将军来抵抗朱棣。为啥呢？他爷爷在世的时候，几乎杀尽了所有的能征善战的将军。对，他呢又把能征善战的叔叔们该打的打，抓的抓，谁都不给他出力了。所以剩下来的全是些江湖流氓级的人物，哪会打仗啊？哪会带兵呢？还没见过打仗的世面呢。所以没有人会真正成为朱棣的战争对手。所以朱棣呢，其实在山东刚开始打的时候，在山东受阻了，是山东有个秀才出面来折腾他，把他折腾得够呛。等过了山东，最后说我不打山东了，绕海走，对不对？哎，一下直接到了南京，没人抵抗得了。所以这个朱允炆这一帮人就灭了，是这样。所以，御驾尽亲征哈，尽这个尽字是指没有了，用尽了能量。啊，前面讲那个只恐燕子飞来，这就是燕王。啊，还有一愿山河永乐平，一愿山河是大明江山哈。啊，那这个朱棣当皇帝之后，他们每个皇帝都有年号，就叫永乐。第一年就叫永乐元年，叫永乐平，平天下嘛，平天下，平天下者就是皇帝。你看预言都在前头呢，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儿啊，好玩哈。好，再接下来秃顶人来文墨院，秃顶人来文墨院，这个秃顶人呢，就是刚才说那个神僧姚广孝啊，这个人叫做就是我们只能说他是个神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没有他不懂的事儿。这个姚广孝大师啊，没有他不懂的事情。而且呢，所以这个朱棣当了皇帝之后，他其实成为了朱棣当了皇帝之后，他成为了这个明朝历史上应该说最难得的一代伟大君王。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好的事情，对，其中一个对文化类的贡献哈，叫做永乐大典，对，还有一个永乐大钟，对，永乐大典的主要的负责人就是姚广孝，对，所以姚广孝一出来之后，以他的文采，其他一般的文人都看不上，你回家种地去吧，就没办法和他一起共事了，太低级了。一个是他的能力超越了几乎所有的文人。那么第二个，这里的预言来说，也意味着当时哈，这个朱棣打进京城来之后，他就告诉大家，如果想留下来，跟我继续在这朝廷做官管理天下的留下来；如果不想留下来，就回家去。一开始是走了一些官，后来又回来了很多人，其实也预言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秃顶人呢，就是指姚广孝大师。但是姚广孝大师在刘伯温的预言之中都有，对不对？对呀。但是这个人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圣僧啊。对。好，这一段是不是大家就明白了吧？哈。明白了，这个已经对得很清楚了。真的。对，燕王燕王称帝，然后永乐太平，姚广孝的贡献啊，对。
太厉害了。真是很了不起啊！你看那么细致哈。对，在接下来呢，这刚才说第一首歌，那不是他做了3首歌吗？是。对，第2首歌呢，就是北方葫芦产生灵，御驾亲征得太平。失算功臣不敢见，生灵遮掩主惊魂。啊，这里呢，第一句其实讲的是当时的元朝蒙古人哈，蒙古人还经常过来，因为他们朱元璋他们把他赶出去了，他再过来进行骚扰，这是很常见的事情，而且还不光是蒙古人，还有当时北部的有几种少数民族，也经常会打过来，啊，抢些粮食啊，抢些钱财啊，对，抢工匠啊、妇女啊都有啊，来骚扰，常常侵犯这个大明的边关啊，但是呢，这个接下来有人出馊主意，有人出馊主意，好像主要出馊主意的是一个宦官，有印象吗？哈，是一个宦官。我说错了哈，就是这一块他这个预言就是说北方葫芦残生灵，就是北方的那个少数民族，就是蒙古人呐，还有其他少数民族，老是来边境侵犯边境，对，侵犯我们，折腾我们啥的。然后呢，御驾亲征得太平，是那永乐大帝，就是朱棣，他5次亲征，他戎马一生，对，好厉害呀，他，是，可是呢，就最后一次去赶走蒙古人军队的时候哈，他就因病，他过去也受过伤啊，打仗的时候哈，对，这个旧伤又复发，又赶上疾病哈，又赶上疲劳，就去世了。哦，就是在打蒙古战争，等于在京城外面，在战场上去世了。对，他是御驾亲征嘛。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大将出身哈，是。他一说打仗的时候他就来劲儿。对。啊，就御驾亲征，我自己虽然是皇帝，对，我要带兵出去打。对。啊，他确实能打。他也有这个政治理想抱负，就是我就是要让国家太平，把他们赶得远远的，对，把他们打败了。对。对。就可是呢，就最后这一次哈，出去啊，战死沙场了，就死了。也不是战死，就在那儿连累带病带旧伤复发。年事已高了，也60多岁了，64岁吧。对，好，这个就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因为在战场上，你又是皇帝，又变成军队的帅，是吧？又是皇帝，又是大帅，你突然间死了之后，立刻内部保密，一般的士兵都不知道，就是还要慢慢撤退回来，对，慢慢撤回到京城啊，对，到了京城才发丧，才把这个皇帝去世的消息才敢说出来，要不然的话，那个敌人会趁机会追进来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做了一个很好的安排，对，这个是生灵遮掩啊，遮掩是一种遮挡住啊，不走漏消息啊，对，主惊魂哈，惊魂其实其实意味着去世的意思。对，这个惊魂也让当时的大明王朝的百姓觉得吃了一大惊啊，非常害怕。对，所以这个你说姐姐，我就说这个那个刘伯温好厉害，你看他预言了这个朱棣起兵哈，然后当皇帝，然后永乐盛世太平，还预言了他就是死在这个外面亲征的路上，对。就把他的整个这个历史这代皇帝就给预言出来了，对，真厉害，了不起哈，真了不起，咋死的都预言出来了，你说，真厉害。那再后来呢，师傅？3首歌对吧？对，这是第2首，这是第2首歌哈，第2首歌觉得是朱棣去世哈，建业去世的过程哈，亲征对。好，我们说第3首哈，在后面，国鸦瑞云7载长。
胡人不敢害贤良。相送金龙复故旧，云开日月照边疆。啊，这里这一段内容呢，应该我们只能解释这个历史事件。啊，这个历史事件呢，这已经不是朱棣了哈，已经在后代了哈，在他的后代皇帝。对，这个在这个后代皇帝的过程之中呢，那个时候有一明代的皇帝叫英宗，英宗哈，对，明英宗，明英宗，啊，叫朱祁镇啊，朱祁镇啊，明英宗。那个时候有一个事件叫土木堡事件，土木堡之变，也都可以这么称啊。对，那这个我说的这个被奸臣还有这个太监给忽悠着去啊，御驾亲征啊，又来了个御驾亲征。我知道，师傅讲那个太监叫王振。王振。对。哦。讲这个背景哈，就是那个北边边境不是还那个蒙古人被那个谁呀，被那个蒙古人不是刚才被那个朱棣赶跑了吗？对，他还有其他的游牧民族、少数民族，这个时候叫瓦剌，就是过了几十年了，到朱英宗的明英宗的这个时候哈，就是瓦剌又来侵扰我们的边境。然后这个英宗呢说，我也得学我的祖宗哈，我要学永乐大帝，我也御驾亲征，我把他们给赶跑。然后就是这个决定，就是您说的那个，反正旁边人给他出的馊主意。对，就是太监出的馊主意。对。结果呢？为啥叫土木堡之变呢？土木堡是个地名哈。就在这儿呢，这皇帝呢就被抓了。对，就是他出兵走到土木堡，就现在张家口附近。对，完了，人家瓦剌人都觉得好奇怪，妈呀，这个明朝的皇帝咋自己送上门来了呀？就是一下就给他抓了，就奇了怪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打的，反正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打不过，就是特别的窝囊。20万明军全军覆没在。这个就是土木堡那儿，对，然后还把这个明朝的皇帝给抓了当俘虏啊，对，当成俘虏，这真的是国耻啊！是这个瓦剌，这是个部落民族哈，是非常强悍的。他们首先是游牧啊，其次有少部分才耕种，知道吗？他很厉害，其实离北京也很近，那骑马的话可能半天就到北京，所以说。这个北京城设定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天子守边关呢？其实挺不容易的。你看，有蒙古人，有瓦剌，还有一个族呢啊，所以至少有3大族来威胁着他，都是不容易的。你看，这个是出兵吧？这个皇帝，正好这个皇帝遇到的啊，这个朱祁镇皇帝哈，遇到的这个瓦剌首领哈，是一个超级能征善战的人，而且非常的狡猾。都是虚招，也是熟读《孙子兵法》的，也是很阴的，很阴。就是你看着是人家军队在这儿，等扑过去之后说，就几只羊、几只鸡在那弄了，是吧？看的立战鼓呢，是拿了个羊在那儿，那个腿绑在鼓上，那个往敲，对，就没有人，扑了个空吧。等想扭头走的时候，人家4方包抄过来，就把他们给抓了。对。就那一场战役，就是那个领头指挥的那个叫王振的那个太监，太自以为是，他压根儿就不懂军事，还特别的就是喜欢请战，就是他就是坚持要出去打这场仗，然后也是在那个就是叫什么，在那个当地的就是土木堡那块儿，他就。由他来做指挥，因为一个太监嘛，你受过什么军事的训练，还是有这样经验都没有，但他就非得来做主，结果就把20万明军活活的给就是送到人家的圈套里，真的是羊入虎口啊！就是其实从那个兵力的悬殊上来说，明军还是占优势的，但这么好，就是这么好的一手牌，王牌在手，打个稀巴烂，就是这样子。这个咱们长话短说哈，这里不啰嗦那么多了啊。
我简单讲讲啊，师傅，这段还有点意思。就是然后这个英宗不是被这个瓦剌人给抓住了吗？对。抓住之后，那这个明朝这个那个时候那朝廷不也就乱了吗？说是一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对。咋办呢？就找个代理的。啊，对。完了就把那个英宗他弟弟就给推荐上皇位了。嗯。对，那哥哥在那儿当俘虏呢，对，弟弟就在这儿当皇帝了，还当的还挺好。其实一开始还不知道他那个皇帝死了嘛，对，死活还不知呢。然后这个瓦剌人呢，本来活捉了明朝的皇帝，说这我一手好牌，对不对？对，我就用这个皇帝来要挟这个明朝，给我钱财，给我上贡，甚至于给我土地，给我城池，多好啊！哎，没成想，那个明朝有个新皇帝，这皇帝没人认了，对，就没啥价值。对，所以等这个瓦剌人写信或者派使者过去要。你就开了个清单，对，给我多少钱？你给我这个多少，那个多少，写了一本书来要换你们的皇帝，要物资，对不对？对。皇帝说：“你们就弄死他就完了，我们不会给你东西的。”对，他已经不是我们皇帝了。这瓦剌头一听，嘿，这我雷了去了，我要他干啥呢？退货。所以。这个瓦剌的头说：“你们还讲不讲道德呀？”对，那这瓦剌这个头挺有意思的，他倒不是说那种残忍的，没有杀害这个明英宗把老先生又给送回来了。因为人家就一个是榨不出油来，对。第二个说你已经很惨了，你看你遇到什么样的兄弟？对你兄弟比我惨呢，对呀，比我残忍呢，对不对？对呀，我把你送回你兄弟那儿去吧。说我是你敌人，对不对？但是你这皇帝当的太可怜了，对，又榨不出油来，连个白菜都榨不出来，对，我还白养你，对不对？我还不能让你得了病，得了病我还得给你看病，我毕竟是个国王啊，对，所以我不能光养着你，你走吧，我养你多一天。就多浪费一笔财富，对不对？是他毕竟是个那个皇帝嘛，还挺摆谱的，还人家外交做的还挺好。对，瓦剌王给他送回去的时候，瓦剌王自己抹眼泪，还舍不得。舍不得啥呀？说1分钱没榨出来。对呀，气的，对吧？气的，给他送回来了。送回来了之后，难道他又重新上位当皇上吗？不对吧？对，那时候不是。皇位上坐着他弟弟呢，那弟弟哪儿干的？当然不干了。对呀，弟弟说：“哥，你当太上皇，我给你架得高高的。”所谓架得高高的，就是给软禁起来了。而且这个太上皇是什么？怎么当的呢？幽禁，形同于是牢笼。对，他把这个院子的院门都给垒起来。对，哎，找他的亲兵给他围住院子，谁也不能进去探视。是贴上封条。对呀，对，不就监狱吗？对，真的。几年7年，7年之久。所以你看那个刘伯温写的“国压瑞云7载长”，你瞧瞧，就把这段就写出来了。胡人不敢害贤良，胡人都没杀那个英宗，胡人变成朋友了。对，是，真的是他们被弟弟关了，压了7年。然后相送金龙复故旧，把这个金龙这皇帝给送回来了。云开日月照边疆，就后来怎么着了呢？他不关了7年吗？后来有一天，就是他弟弟也病重了，这个哥哥呢，就趁这个弟弟病重的时候，跟周围的一些大臣啊、官宦之类的，就军事政变了，完了把他弟弟就给赶下台了。对，他又重新当皇帝了。是，也就是这个哥哥就是被敌人抓住的哥哥呢，其实为人是很好的，是不错的。你想到了敌人呢，当了俘虏，走的时候大家都有很多那种情谊在里头。就说明这个人为人是非常好的，很有人格魅力，很有人格魅力。他对人很好。所以的话呢，一般老臣还是非常忠于他，拥戴他，是暗地是对他好的。所以趁他弟弟一得病，就有忠臣就把他放出来，立刻就会先继续登基，对，就把他弟弟赶下台来了。真的。对，就是这样子。这个所以有一个就是明代历史上这个兄弟相残的这个故事，这是一个挺严重的事儿。对，还头一次在历史上看到是一个皇帝分2次当，一人当2回皇帝。你感叹那个，但是我就很感叹刘伯温他预测的多准，是不是？关了7年呐，还有相送。把那个金龙又送回家呀！你说这太神了。咱这一段还不是最精彩的就过去了。继续，后面更神了。是，咱们来更精彩的。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在预言之中啊。是。哎，这个朱元璋，咱就回到历史时空里哈。哎，朱元璋朱皇帝，明朝开国皇帝，正在和御册大师刘伯温在对话。对。啊，说你做了3首歌，对不对？哎，完了之后说现在呢，咱们刚才讲的是未来发生的事儿哈。对。我们给大家讲了，其实他们2个还在对话，还在学这个预言诗。皇帝听在这儿，就是他这哥俩闹别扭这事儿哈。哎，胡人不敢害忠良这个事儿，接下来就问说，接下来的天下情况怎么样呢？刘伯温说：天下大乱了，啊，我老朱家的天下谁敢造反呢？刘基，啊，轰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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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刘伯温说了一大堆话，其中有一些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省略，要不然大家这节课听不完。我们讲的最重要的说哈，有一句叫做“谁人任用保社稷，8000女鬼乱朝纲”。啊，谁人任用保社稷，8000女鬼乱朝纲。8000女鬼怎么听着这么阴森呢？对呀。皇帝也问了啊，8000女鬼，他好赖这是个女鬼啊，他才敢乱朕的天下，就敢乱我这朱皇帝天下，我这么凶残，我就够凶的了，啊，是啊，刘伯温说，这些8000女鬼呀，害死的忠诚善良的这些大臣哈，这些忠臣哈，堆积如山呐。哦，害死这么多人，对呀，再接着就说了哈，这个忠良杀害崩如山，啊，无事水边成一潭，就得蛟龙真骨肉，可怜父子顺难当。哎，说了这么一段歌词，也就是8000女鬼。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个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很多贤良的人被杀被灭，啊，堆积如山。还有就得蛟龙真骨肉，这肯定有故事啊，这个。对。反正就不太理解了这一段。好，我们就得讲一讲了哈。这或历史上是对应的是谁呢？我先透露这个问题，你们俩谁讲一讲？我的怕鬼啊！哎，来，谁讲讲？这个蛟龙真骨肉这个呀？啊，对，反正大概吧，顺着这段往下顺看啊。8000女鬼，咱们就得先从这个兄弟2皇帝过去以后，可能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进入到某朝皇帝来了。对。那这个时候某朝皇帝。在明朝的历史上也是很有意思的哈，这个皇帝呢就是叫成化皇帝。那这个皇帝呢，其实他小时候也蛮可怜的，就是他在后宫里怎么了来说呢？就是反正就是爹娘也不管他啦，他就是一直是被一个成化皇帝我知道，就是他是这样的，他2岁的时候呢，他身边就有一个伺候他的这个丫鬟哈，对，姓万的。啊，这个侍女吧，就是一直就服侍他，反正肯定是服侍的特别周到，特别好。这个2岁的这个那个时候不是皇帝的小皇子，他们跟这个侍女这个感情好的不得了，好到什么程度哈？等到他18岁登基的时候，当皇帝的时候，那个就是侍奉他的这个侍女比他大17岁，就35了。啊。小皇帝18，那位大姐35，皇帝就把那位大姐就封成贵妃了，就他们俩那个感情那么好，封成老婆了。对呀，封成亲老婆。亲老婆，对，亲老婆还不是一般的老婆，还是贵妃级的老婆，就是很高级，仅次于皇后。对了，对，而且哈，就人俩多么的坚贞不渝，白头偕老。他不嫌人家老吗？我就说这姐弟恋，他开辟了先河哈。就是他太厉害了，而且就是从此以后，人家20多年就是始终如一，就喜欢这一人儿，就特别忠贞，啊，以至于哈，就是
她这个贵妃，这个万贵妃不是比她大17岁嘛，那就先死了嘛。死的时候也老大不小，都58了，也行了。照理说哈，也是寿终正寝就死了。1年之内，这皇上才41，忧郁而死，跟随而去。你说这伟大的爱情故事，这上哪儿找去啊？什么爱情呀？这是。可是，虽然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多害人哈！再说一说这个万贵妃，她呢自己没生儿子，完了呢，这个皇上呢，不管跟谁生的儿子，都让这个万贵妃得害死。哦，这么说来，其实就是我听出来了，就是万贵妃这个人品啊，得分前后2段。就是前一段她在伺候当保姆的时候，呢还是很尽个好保姆尽职的，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小皇帝就给抚养长大了，相当于是非常的用心，对，尽职，对吧？对，哎，后来没想到成华帝他也是个痴情种子，哎呦，这个自己当了皇帝后没说，人家皇帝都是那个就是3宫6院都找小老婆去的，对，他倒是专宠一人。他是有一种情义的哦，他是不是有一种报答这份养育之恩的意思？那咱不知道，反正就是还为那个万贵妃还专门做了这。物理老师，你展示一下，哎呀，真是别离我那么近。这个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哈，就是对我这也有。那看师傅这个大名鼎鼎的鸡缸杯，成化鸡缸杯，成化鸡缸杯，对啊，这咱这么老多了，就是据说哈，对。全球也就是当年哈，就做了10几个。师傅，咱这有几个？这咱就6个呢，可了不得，万里江山呢。对，因为其他的有几个呢，都是在那个，比如大英博物馆呢，美国的什么大都会博物馆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有几个都在超级博物馆之中存着，啊，剩下几个就在咱们这儿存着了哈，对。这鸡缸杯当时哈，就为这个万贵妃过寿，哎，给她烧的专用的小杯子，哎，你看那个都是鸡是吧？因为万贵妃喜欢吃鸡肉啊，所以就弄的鸡就给她这画上去了啊。在当时来说，其实这种绘画这个颜色的工艺呢是很难得的。那这个东西从文物上来说，咱也不说成化皇帝多么有点荒唐哈。就是说，光这个杯子现在的市场价值，你应该要听一听。对，就是最知名的那个苏富比的那个拍卖会上，香港苏富比拍卖。对对对，这一只杯子2.8亿人民币。2.8亿。人民币还是港币啊？不是港币。港币。对对对，港币。合成美金多少钱呢？4000来万。3600万美金。3600万，再加上这个费用4000万。美金，太吓人了！就这个小杯子就这么大。凭啥呢？啊？凭啥？凭啥？凭他们优秀的爱情故事。哎，他首先是，先不要说皇家多窝囊哈，他是在那个时期又是皇家的用品，而且确实是大家都在炒作它，数量确实有限。啊，就是一共烧了36个吧，就前后用，当时摔掉了、砸掉了很多个。所以在当代可以登记出来的也不会超过12个，是这样。还有很多东西不卖的，都是在那个超级博物馆里放着。这国家不灭，这个东西不会卖，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只有3个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买卖的。有很多富豪放在手里，到死我都不卖，可能他后人会卖出来。所以前几年在香港苏富比卖的那个呢，是有人出让出来一个，就卖了，就差不多近4000万美金。就这么一个小碗儿，哎，对，所以这个万贵妃也有她的历史贡献，就因为她喜欢瓷器，让我们这个成化陶瓷还真出彩了。哎，得了吧，他让那个鸡缸杯是出了彩，他害人家皇帝无子嗣啊，真的是，你说多可恶啊！江山都快毁在他手里啊！凭良心说哈，就是您看，就是其实成化皇帝还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哈，就是当了皇帝还是非常的感恩他，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要去害这个皇帝，小皇帝的时候，就是他还没当皇帝，就是小皇子的时候，是这个万贵妃，她是真的是用生命去护着他的，这一点这个我们真的都是看到历史记载是这样，可歌可泣呀，好吧。
就是人家皇帝有情有义，就是您大他17、18岁的也行，那人家皇帝爱你。我们也觉得不管了，不管了，你就做他的贵妃，好好做吧。那你做你的贵妃吧，人家皇帝专宠，你还要怎么样？你不能杀人家儿子呀！哎呀，太过分了！对，万贵妃后来就变态了啊，就是这个人啊，她得到的专宠太多了以后，这个女人是会变的，她会。真是变态了，嫉妒吃醋，对他就会觉得这个皇帝就是他一个人的，我从他2岁开始带到无论多大，他都是属于我的。现在你们这些小姑娘啊，想从我怀里把他抢走，还想跟他生儿子，想得美，你去吧。然后这个万贵妃这个时候就撕开了她那个原来和善的嘴脸了啊，这是见一个。就是那些妃子，凡是怀孕的，她能够在怀孕期间。把这个孩子给你干掉、打掉的，他就会去让那些太监啊，去那些就是御医呀，就是开那些药，就是让他流产，就是一定保不下来。如果这个娘命大，比方说哪个妃还是挺强的这个身体啊，还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对，这个万贵妃还是。什么？我都把她叫成万贵妃了，她真该成妃了。她万贵妃哈，她就想尽方法，还把人家襁褓中的这些小婴儿又给害死掉，真是极端极度的恶毒啊！所以闹的这个就是这个皇帝，成化皇帝就一直没有那个小皇子。对，他也这个皇帝哦，就是宠他宠到什么程度？他一点都不往他身上想，就是别人还会猜测那是怎么个，其实。底下这些太监宫女都知道是谁指使他们去干这些恶事啊，都害怕他，提防他。人家一有怀孕了，赶紧躲起来，躲不过的只能倒霉。就是去告到成化皇帝面前的，人家说不可能，我家小娃儿多好呀，对我多好，怎么可能会害我？不可能害你。他始终是不会相信万贵妃是这种人。就是这样，就是他已经就是宠到失去理智，蒙蔽双眼，就是这样了。好。话说有一天呢，这万贵妃正在自己宫里忙着呢啊，这个成化皇帝自己出来在这个皇宫里头转悠，好不容易留了这一个空档，走着走着呢，就走到这个仓库来了。对，进仓库看看吧。看看有什么宝贝啥的哈。这宝贝还没看见，先看见一个管仓库的库管小宫女儿。他总得问呢，这库谁管呢？对对对，里头有些啥呀？对，一答言一答语呢，这小宫女儿落落大方，知书达理，那个账记得一清二楚，还认字儿，还会数数。人家受过教育。对对，然后呢，这个应答还特别的得体哟。这皇帝一想，挺喜欢他吧，一下子就喜欢了。这跟别的不老一样的哈。对，就那个啥了。然后呢，他就给皇帝就出门也就忘了就这事儿，反正万贵妃就不知道这事儿。但是呢，就皇帝身边的这个太监呢是知道的哈。那他们怎么了呢？皇帝就是后来这个小宫女呢就怀孕了。后来呢，就是这个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宫中的很多太监宫女还是。防着万贵妃，是要帮着皇帝的传承后代的呀。这个是，看到这个小宫女怀孕之后，就把小宫女保护起来了，一直到偷偷的生下来的孩子还是个儿子，哇，就更得保护起来了。就在那个偏僻的那个院子里哈，把这个孩子偷偷的就给养大了啊，养到了6岁。这皇帝根本不知道，万贵妃更不知道，谢天谢地，万贵妃不知道啊。有一天呢，皇帝在宫里。正在那儿梳头还是干啥，就自己在那儿捣鼓。朕都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说一个那个皇子都没有，这啥时候我能有儿子呀？他都会觉得对不起他家祖宗啊，他也着急呀，对吧？这皇帝总得传承天下呀，无后为大呀。这时候他身边这个太监呢，忠诚的太监就说：“皇上，告您个秘密。”您有皇子啊？我有皇子，谁的？谁是他妈呀？在哪儿？怎么回事啊？您记得吗？6年前，您那天出来溜达，上那仓库，那小宫女儿账记特明白那个，说话特别清楚那个，应答很哟，对呀，是有这么一回事哈。后来他给您生了个皇子，在哪儿呢？这才把这个藏在那个深院里的这个小皇子给领到
皇帝身边来。那小皇子不是一直藏着吗？也不敢见太阳，也不敢吃多有营养的东西呀，甚至连头发都没给，从那胎毛到长到6岁就没剪过，头发长得都拖到地上了。哎呦，身体又很瘦弱，这皇帝看了这心疼心酸呢。但是不管怎样，这是我蛟龙真骨肉啊，救了这个皇子啊。对，话说呢，这个皇子刚救下来哈。他那个妈，那个宫女妈，没2天就让万贵妃给害死了。完了，救他的那个太监也给害死了，也让万贵妃给毒死了，也毒死了。哎呦，然后这个皇太后，就皇上他妈，就孩子他奶奶，可受不了了。我的妈呀，好不容易这么多年这一根独苗，可不能再让万贵妃给害死哈。奶奶就把这个孙子带到自己的宫中。给养起来了，这才让他能够长大成人呢。后来还真是接了班当了皇帝，就他一根苗了。没有，后来万贵妃也就自己也人也老了，也挡不住了，也不想再害了。后来还是生了一些小弟弟的，但是他还是最大的这个皇子。后来还真是当了皇上了，而这个皇上还是一个不错的皇上。你说说这个万贵妃啊，太唏嘘了。所以这个讲的就是。应了2个事儿，万贵妃呢是属于那8000女鬼之一，就是这个8000女鬼乱朝纲，就有这么一帮没良心的女的，真够坏的了。对呀，还应的一句话叫“救得蛟龙真骨肉”，哎，是这么一个故事。你说刘伯温，这都可能过了几百年了，这都知道了。哎呦，好神呐！是。所以我说这个人的这个身份哈，像这个万贵妃哈。因为当初啊，保护小皇子啊，她这个当时她的身份是个侍女嘛，其实就是丫鬟哈，保姆。她做保姆的时候还是不错的，还挺专业的哈。哎，等她这个身份地位发生变化之后哈，她的行为就 hold 不住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叫做地位决定行为。当你的同样是这个人，当你的身份地位发生变化之后。你的很多行为都是变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对，就是浅的说吧。首先，我觉得这个女性万贵妃啊，还挺不知足的。就皇帝都把她已经捧到那么尊贵的位置，而且还真的是从真心来说，皇帝还真的很爱她了。有情有义的还不知足，还得扼杀别人的血脉之后，这个真的是挺歹毒、挺嫉妒的了哈。第二个。另外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虽然他之前对皇帝是有恩，但是你不能挟持着你这个有恩对别人做出这种事情来。第3点还是说明什么呀？还是这个女人她没有那个德行啊！你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这个女德，你坐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你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还是自己有后果、有报应啊！真的是。所以还是不管是什么身份，德行还是最重要的。如果她是一个真的是有女德的这样的有德行的一个女性身份，到了这么高的位置上，真的是应该对皇帝更好，这才叫真爱。嗨，我唏嘘啥呀？真的是。好，消气，咱们得接着往下解呀。因为我们还在弄烧饼歌呢。啊，对，后面再讲一讲他们保佑下来的这个小骨肉哈，这个小不点儿，就是他也是真的是他的那个叫什么年号叫弘治啊，这个弘治皇帝真的是很励精图治的这样的一个皇帝，所以他在明朝的就是整个。就是他的这个叫什么年份，这个时代差不多在了明朝中期时段了。那么还开创了一个叫弘治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个皇帝从小因为也吃了很多的苦，所以他人非常的节约，他也是就是非常的体谅老百姓的苦啊，能够体会就是百姓之苦，为老百姓着想。那么他自己也是非常的勤政，他的人品也很善良，他能够就是说用这些看得出好赖人，就是说会用到一些真正的是好的官员，能够抑制一些坏的官员，他有这样的一个明辨是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另外呢，他真的很勤政什么？他一天上3次朝，早朝、午朝。
5朝就是已经多了一次朝议朝政了哈。然后他的5朝下完以后呢，他还会去文华殿议政，接着跟他的那个就是丞相啊，跟他的这些大臣们接着在议论这些啊治国的这些政策呀，一些措施啊，比方说还要救灾救难啊，就非常的勤政。所以他的这些言行也让他的这些大臣们非常的爱他、拥护他，就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叫君臣一心，又把这个国力啊，就是再一次的抬到了一个比较兴盛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啊。所以真的也是因为这个小皇帝吃了苦了，还真的是能够总结啊，能够励志。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让人佩服的。很棒，很棒。好，那咱们再接着烧饼歌接着哈。对。好，我们这个烧饼歌的寓言内容哈，我们再接着来读。接着这个稍等一下哈。这个我们讲到的刚才讲的8000女鬼这件事儿，这是一个多层比喻的意思。8000女鬼，这像刚才害人的女鬼哈，这是一个或一伙。万贵妃这样的。对。再接下来还有害人的女鬼啊。还有。对。那就再讲一个。哎呦，我的天哪，真是。好，那就是到了这个万历皇帝的时候啊，这个不是人家那个刘伯温说的，这是咱们说的史实，就能对上他的预言啊。对，就是到了万历的那个时候，这个皇帝的时候，好了，这个皇帝呢，其实他呢就是从小就5岁的时候哈，就跟着一位很好的老师学习，叫张居正，他的妈妈。还有这个老师，还有一个那个太监，这3个人对他的教育哈都是非常的好的。那这个孩子9岁呢就当了皇上，对。那老师呢对他管理非常的严格，对。然后等到他就是后来长大了，就是结婚嘛，先得娶了皇后，娶完了皇后呢，才有机会呢，才能够去招那些嫔妃。好了，他呢就在全国选妃子哈。选了2000个妃子，从2000人中挑了9个最美的9个，那这个真是叫天下就是选美哈。好，这9个里头呢，最美的那个呢，他还不老喜欢的那个人就是比较端庄，非常端着，就很反而母仪天下这感觉。对，他不太喜欢。那皇后他也不太喜欢，他就喜欢一个谁呢？一个姓郑的，这个后来就叫郑贵妃啊。这个郑贵妃就是她跟他好到就是什么程度，就是也是就好的2个人跟1个人一样哈，就是这样。那为啥呢？因为这个万历皇上他不是从小被老师被他妈呀都管得很严格嘛，就啥事儿都是就是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勤奋的，是那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所以别人的那些妃子下人呢，对他也都是哆哆嗦嗦的。没错，全都是唯命是从，哆哆嗦嗦的。就这个郑贵妃不一样，这郑贵妃呢，首先呢，人家就是很有才艺哈，也会写诗，也会画画，还会唱歌，还会弹琴。长得漂亮不？长得很漂亮。你想2000个人中选9个，她虽然不是最美的大美人，也是2美人、3美人嘛，百里挑一的，绝对千里挑一了是这样的。对。别的嫔妃对皇帝百依百顺，郑贵妃呢就是特别能揣摩这个皇帝的心思，对，然后呢能够帮这个皇帝呢排忧解难，而且呢别的嫔妃不都是俯首贴耳的吗？她呢还能摸摸人皇上头发呀，什么打鼓逗趣呀，还讽刺2句还净这样，很有个性哦。所以他越这样，就那皇帝不是那种被严格教育出来的吗？就特别喜欢这一口。哎呦喂，这家伙找到我的灵魂伴侣了，这就是我的 soul mate 呀。对，当然也叫红颜知己哈。那是。对，那对。这个能理解哈，有理解。对，那绝对的出类拔萃，有趣的灵魂。我的野蛮那个老婆哈，对，就喜欢这一口。他俩好到就是
就是这皇帝本来就是跟他的前面的那个已经生了一个长子了哈，应该立那个长子为太子吧？这皇帝就不立，就非要立这个郑贵妃生的三儿子，非要立这个三儿子当那个太子。爱屋及乌啊，他就爱这个贵妃，就他生的儿子都是好的。对，别的孩子根本都看不上眼儿啊，特别不招待见，就喜欢这郑贵妃以及郑贵妃生的孩子。那个朝廷上的大臣都不干呢，说皇帝您这不对，你就应该立那个长子朱常洛啊，这个郑贵妃生的不能立。就因为这事儿，就是朝廷跟大臣跟这个皇帝吵，天天吵，年年吵，月吵，吵了10多年，就这个朱常洛可怜巴巴的都没有被立成太子。对，但是呢，大臣们也一个劲儿的坚持，郑贵妃的儿子也没被立为太子。但是这个事儿就造成了皇帝跟大臣之间的这种心理膈应，没错，膈应了就对，这种不亲近，以至于这个皇帝呢，后来他就是18岁就亲政了，就是他那个张居正那个老师啊，就去世了以后，他就亲政了哈。是万历皇帝亲政了，对，亲政了，亲政了以后哈，一开始还行，后来以至于就是跟大臣不都是大臣反对他立太子这个事儿吗？以至于不上朝了。他在位48年，有30年都不上朝觉得跟你们说不到一块去儿，对，你们也不听我的，对，天天就在后宫跟郑贵妃混在一块儿。哎呦，郑贵妃这个红颜知己嘛 ，soul mate 嘛，对，说啥他都乐意，他那都又是一个红颜祸水了哈。对，就是又这样，而且就是郑贵妃就是后来做的事儿多严重吧，还去派刺客去杀那个太子，后来就是朱常洛，就是那长子终于被立成太子了。还要去杀掉那个太子，那他那个歹毒之心不亚于那万贵妃啊。对，要说八缺女鬼，这是排后一个呢，其中一个呢，没杀了那个太子吧？太子命大，那不就给刺客都抓住了吗？那刺客都招了，说是那个郑贵妃派我去的。就这样，要按大臣的意见那都应该是很大的罪状，都甚至于是死罪了，对不对？皇上那多偏袒郑贵妃啊，又是一个偏爱的人，偏爱到就是说，哎呀，爱妃啊，要不你就口头跟太子道个歉吧，又说2句软话就过去了，所以就又造成跟太子之间的嫌隙，造成跟大臣之间的嫌隙，就过分哈，很过分。好，直到这个。万历皇帝这30年没上朝多耽误事儿啊！你那能可想而知，朝廷的大臣哈，当官当了几十年，皇帝长啥样没见过，就你说这可笑吗？对，那有的大臣说我要辞职哈，我要写辞职信，写了100多封辞职信，这皇帝也不理他。后来自个儿老根儿走了，就是拜拜了您了，不给您干了，就变成这样。你说君臣离心呐，都离心离德，这国家能治理好吗？就是让这个郑贵妃闹得就乱了。然后这个万历皇上死的时候呢，还说还要封这个郑贵妃为什么皇后啊什么之类的。反正他继位的这个孩子也没有封哈。到这郑贵妃呢，倒也没太就是。万历皇帝死了10年，这个郑贵妃也死了。死了以后，反正就是也没跟他合葬。不是，那当时那他又后面闹出点啥那个幺蛾子吗？后头幺蛾子没那么大了，主要是万历皇帝在的时候幺蛾子大。有靠山。对对对，就是他最后反正也是，皇帝想还要跟他合葬的，后来就没让他跟皇帝合葬，就这不由他了嘛。再说一段，就是这个郑贵妃这个儿子。就一直想这个3皇子，就一直想让他儿子当太子嘛，哈，叫朱常洵。朱常洵最后也没得好死。哎呦，朱常洵后来就是派到洛阳去当藩王哈。等他妈去世了10年11年以后呢，李自成造反了，攻到了那个洛阳之后，把朱常洵给抓起来了。哎呀，没得好死，很惨的下场。对，所以就是反正这个，这个害人精的这个郑贵妃哈，也是这个八千女鬼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第2名呗，第2名，让皇帝30年不上朝我还没说完呢。这个万历皇帝不是死了吗？到了还是那个朱常洛，那个他不待见的那个太子当皇帝了哈。他待机了多少年？这个太子等了10多年，19年吧，终于当上皇帝了哈。
当了皇帝，还是一个好皇帝哎，还做了一些很好的国家政策的改革啊，还是很好的。结果1个月就死了，怎么死的呢？肯定有郑贵妃什么事儿。郑贵妃多么懂啊男女之事啊！她献了8名美女给这个皇帝，8名美女同时侍寝，就晚上一起睡觉，同时那个啥，这皇帝这啥人能顶得了啊？结果后来就生病了，生了病吧，这能不生病吗？生了病了，郑贵妃又找个人给她送药吧，送个蒙古大夫去了。送个啥？蒙古大夫都比他强，送泻药，你知道吗？一宿一晚上，让人皇上拉了30多回。人有句话叫“好汉架不住三泡稀 ”，30多回，是活人都拉死了个屁的了。你说这郑贵妃狠吧？皇帝愣没拉死哈，没死郑。对，他没有死，可是之后呢，一看你不死哈，我再送你一程吧，就送给他一个红药丸儿。这个红药丸儿，没办法解释红药丸是个什么东西，这我知但道。吃完红药丸就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新的皇帝只当了1个月，这个过程郑贵妃哈就一路追杀。你想，人家这个皇帝已经变成了皇帝，他还是害死他。那你为什么叫8000女鬼呀？对，所以这个还说那个新皇帝上朝以后，我还以为郑贵妃没了万历皇帝的这个后台撑腰了，赶紧就消停点吧，食物。没想到他还在继续使坏，他还是送了8个美女，想让他早点那个西去啊，就是大行去吧，然后让他这还是想着让他儿子有个机会还要上位，就这个坏念头。对，到了害得她老公30年不上朝，害得这个第2任皇帝1个月就死了。你这啥人呢？这，哎呦，真是女鬼。真是。这就是来断送大明江山的鬼啊！哎，对，就是可叹呐。这女鬼好像还有哦。还有后头还有个女鬼啊，就可怜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皇帝叫什么来着的？就是熹宗。对。然后呢，他不是当了1个月就驾崩了嘛？皇帝就是这样。最后他是，对，他是叫什么？对，周长乐就最后吃了那颗红丸就去了嘛，就是这样子。那没办法，赶紧就只得指定他的儿子接班呐。所以他那个儿子呢也上朝了。哎呦，一讲到这个儿子的这个小皇帝的身世，那也是苦巴巴的呀。我们先看啊，这小皇帝他有4个妈，他哪4个妈呢？我们要来看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数一数啊。他为什么有4个妈哈？他第一个妈是他的嫡母，就是生他的，不是嫡母就是皇后，叫嫡母，就是虽然不是生他的哈，但也叫嫡母。对，就是熹宗哈，就这个朱由校，他接班了以后，他有个嫡母，但是这个皇后呢，确实也是就早逝，所以只是名义上的一个早死了呀。对。然后他自己的生母呢叫王才人，才人就不是贵妃呗，就低一点，还没到，因为其实他爹不是才刚接班了1个月嘛，还没来得及把这些后宫这些事都给该封的都还没来得及呢，还没提升呢哈。好，然后再接下来呢，他还有一个养母。这养母呢就姓李，叫李选嗣，所以你看他生母是个才人身份，养母是个选嗣身份。选嗣是啥呀？就是比才人还低一级的一个，就是使唤丫头，低阶就是宫女，非常低阶的一个啊，就是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熹宗呢，他还有个乳母。姓客，这个不常见，这个姓是客氏啊，这个就是奶妈了。我们说，其实皇帝倒也是在皇朝里面，就是都不是有嫔妃自己说母乳喂养自己的孩子，都是专门请这个奶妈来喂养的。所以这个熹宗小皇帝还小着呢，那个时候其实他那个奶妈呀，就已经喂了他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姓客氏哈，所以他跟这个奶妈的这个情感一直都很好。那他的这个自己的生母王才人呢，跟那个选氏啊，有过过节。这2个低阶宫女啊，就是在他自己还是
太子，他爸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开始就争宠啦，争宠以后又开始在后宫里打斗。结果有一次呢，就是这个李选侍挺跋扈嚣张的，因为这个李选侍也是得到了他爸的偏爱，就他爸呢不爱他自己的母亲，就不爱这个生了皇子的这个王才人，他爸呢就比较偏爱那个李选侍，所以这也是什么家风啊？就老喜欢做这种事，偏爱专宠事，然后又给人家惹祸，不吸取教训，真的是。然后呢，这个李选侍有了这个太子的撑腰，那也是作威作福啊。结果就是跟王才人两个女性就是在后宫打起架来了，吵架还不够，还打架。这个打架最后呢，就是他妈王才人没打赢。就还被活活气死了，就打了一架之后又被气死了，就是这样。你说这什么事儿啊？就是所以就是小皇帝，就是那个时候他还连小太子还不是，他从小就知道我的妈是被这个李选侍给打死的。他说我虽然小，多重的童年阴影啊！对，他说虽然我小，但是他说我没有得到过这种疼爱哈，而且还眼看着我自己的亲生母亲被这个李选侍欺负死了。那他要不要报仇啊？长大心里肯定是要报仇的呀。他说我的就是心里一直在哭泣这件事情，很愤愤不平。但是他也是个人小，就是也没啥影响力嘛，他能咋样呢？只能怀恨在心呗，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客氏很要好，就是跟这个奶妈好，因为这个奶妈也是尽心尽力的爱护他，也觉得他挺可怜的。而且到了明朝的中后期，皇帝小时候童年全都是不幸福的，全都是哎呦，我是觉得还不如平常百姓人家呢，真的是，就是何苦就生一个爹一个妈挺好啊，就是弄4个妈乱套了。真是就是何苦人生为帝王家呀？真的是不幸的哈，就是这样子。好了，那他爹驾崩了，他就是上了台之后嘛，那总得他做主了呀。嗨，你看这李选侍多么低的一个宫女啊，居然还霸着乾清宫，她不走不搬。那个叫什么？那个小皇帝就是马上就要开始，就要那个叫什么？登基大典。登基大典就要举行了，她这个老女人不搬走，就让皇帝没法举行登基大典，没错，没法当皇上，耍赖。他哪来的这个狗胆呢？这不就是因为他以为他的身份变成皇太后了嘛？其实他的那个前朝皇帝没给他这个就是皇后这个身份，他当时在皇帝快病危之时还耍奸，要皇帝封他什么什么了，结果还好没封成，那不是走得快嘛？真的是，那就要挟这个新皇帝，他就要挟那个小皇帝了，那就说你应该封我就是相当于皇太后了。对吧？我有资格住在这儿。好，这个时候那小皇帝没见过这个女人撒泼这架势啊。然后呢，就看他大臣，还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叫杨涟。还是挺有正义感的，就站出来联合了一班大臣，说你这个女的像什么体统啊，成什么体统啊？你居然还不搬出去的话，皇帝明儿个就要登基了，你这样延误了这个登基，我们谁都不干，你不搬，我们不走，就跟他杠上了。就是好歹这个李选侍看到了这一层大臣有这个英勇之气，后来最后才退却了，灰溜溜的给搬走了，就是这样子这够厉害的真的是托付啊，这好像是咱们说的坐地炮赖那儿了还，真的是好吧？那个皇帝就是登基了呗，那他肯定就要一看身边人，他最信任的是谁呢？就他的奶妈，就是那客氏呗。哎呦。这明朝皇帝也是真的厉害，他只要是觉得他信任你他觉得你对他有恩对他好，他就啥这个好的奖都给你奖项全给你，封赏全给你，要啥有啥。结果就把这个奶妈捧上天了，这个奶妈的地位相当于皇贵妃的地位了呢。就是在这个后宫里呼风唤雨他让后宫都让这个奶妈去管理了。你说的这要命，他自己有皇后那他能管好不？那呢？你说他是一个奶妈出身的，受过啥教育？
不是，那人品德要好，不识字儿也成啊，主要是看品德呀。那你说像马皇后那样有这种德行还好了，她是吗？哎呦，我们再来讲一下哈，这个客氏还有什么一招？这个人呢还是长得挺美的哈，就是描述她说是妩媚，然后还有一个词叫妖冶啊，就是历史是这么就是翻译过来叫狐狸精了啊，就是反正就特别有那种味道，就是那样子。她还跟明朝史上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就是宦官，叫魏忠贤，听过啊，对，这个魏宦官，他俩还是叫什么啊？我们给大家介绍叫对食。哎呦，啥叫对食？对食这个词儿可不好听，就是挺不上台面的。就是在皇宫里吧，这个太监不是。他没结婚能力对，他没有结婚能力，但是他也孤零零的，他心里难受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生理上不能和人结为夫妻的话呢，但是他要在心理上，他也希望有一个伴侣，能够照顾他，两口子还能在宫里大伙过日子。又来一个灵魂伴侣，哎，就灵魂伴侣。所以这个就叫对食，其实挺不堪的，知道吗？就是宦官和宫女在名义上结成如夫妻一般的这种过日子的方式，结果还被皇帝允许了。哎，你就说什么妖风怪气的哈，就是都是盛行了，不正经，真的不正经。好吧，后来我们再来知道，这个魏忠贤又是个什么贼人哈？这个客氏，你说他跟魏忠贤去大伙过日子，他能是个好人吗？那倒是，对吧？一丘之貉嘛。啊，对，狼狈为奸，就叫狼狈为奸，他俩就是这样。好。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又把这个皇帝给把持住了。哎呀，这个皇帝把持住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客氏和魏忠贤，他俩就轮流陪伴这个小皇帝啦。那个皇帝也挺年轻的嘛。对。哎，这个皇帝也是上朝，怎么面对的都是这么些难事儿啊？哎，这大臣们整天就是跟我要抬杠。啊，要教育我这个皇帝一点儿都不愉快。然后呢，还是魏忠贤好，为什么？魏忠贤给他找乐子，整天给他玩一些，哎，这个好玩的给他玩玩，民间里弄来的这个，哎，那个好玩的小把戏又给他玩玩。皇帝说这个好玩啊，前朝的事情，那个魏忠贤你去处理吧，啊，或者是这样。皇帝继位的时候15岁。可能还正是贪玩的时候，真的呢。就心智成长有点慢。如果魏忠贤去办事的时候，他身边就是这个奶妈，就是这个客氏陪他。这客氏跟魏忠贤是一丘之貉呀。对。所以人家那些官员，如果是进一些正经的这种非常有利于国家发展说，他都挡了。他说那得听老魏的。最后这事得老魏说了算呐，又把人家大臣赶回去了。所以就是这皇帝身边永远没有一个正经的这个臣辅佐他，跟他好好的就是去叫他治理国事，好嘛？最后奸臣当道了。哎，没错，这个皇帝最后说，哎，得了，我喜欢去，我就去搞我的木匠吧，他爱做手工。这小孩子可能从小长大也是受了太大的委屈憋屈了，就是我觉得是心里有很大的阴影，所以但是他所以从小就是找一种疗愈方式，他就挺内向的，就一直在那里玩手工，挺好玩的，做木匠活。他就去做木匠了，这就是明朝史上特别有名的木匠皇帝，也是10多年呐，就一直做木匠，不理朝政了。我们知道这个木匠皇帝，原来还不知道他背后。还有一个这好几个这个女鬼哈，哎呦，造成这样的。你说他这头顶上4个妈，嫡母从没见过，自己亲生母亲被人打死了啊！这个李选侍这个养母，这他的身份是他的养母，养母这个妈又成天还害他，还要威胁他，他都没登上机，哎，差点都没让他登上机。最后这个奶妈想，我信任他吧，你看这奶妈还跟这个最奸的这个宦官又是一丘之貉，你说他惨不惨？就是这个孩子。所以这正是这个小皇帝去做木匠活的原因。把他逼的去，我退回去吧，是吧？因为他自己处理的公务哈，哎，他哪个妈站出来说这个不合理？哎，你年龄太小啊，还是让魏忠贤帮你处理一下吧。哎，每一次处理的事儿。都有他不知哪个妈站出来就会来修理他一顿。他虽然是皇帝，但是明代的时候还是特别讲究我们华人讲的一定要
啊，恭敬父母啊，对不对？孝敬父母的孝道，对不对？他也不敢造次，他当然也忘掉了自己是做一个皇帝的尊严哈，应该忘掉这一切，只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皇帝。但是年龄小，给他出主意的，尤其是他这几个妈哈，就把他哈已经搞晕了。所以他为什么做木匠活啊？他做不了主呀，所以只能做木匠活。不跟人打交道了，对，我跟木头打交道得了。反正我也做不了主。我干脆做一些无聊的事儿。是，但是这些事儿听起来也是无辜的哈，但是对于整个他的祖宗打下来的大明江山来说的话，这些都是不孝子孙呐，都是一些没骨气的子。因为未来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哈，才是现在我们要讲的要害的点。刚才讲到这个8000女鬼呀，哈，就讲到了很多这个不良的，实在是坏的这些女人们乱了这个朝廷。对，那还有讲到这个魏忠贤，是不是这个8000女鬼中也有这个魏忠贤呢？是，正是我要讲的。哦，所以8000女鬼还可以理解为魏忠贤也是其中一个。为什么把她叫女鬼呢？她是一个男人做了一个生理手术。他又不是真男人，所以就是人不人鬼不鬼，又不是真女人，对不对？所以也把他称为是8000女鬼之一。那个魏忠贤有多么荒唐，有多么混蛋，有多么厉害呢？皇帝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叫万岁万岁，对不对？万岁就是皇帝。魏忠贤已经自称叫9000岁，那不就一步之遥了吗？其实就是等于万岁。对，因为小皇帝只做木匠活啊。对，他好嚣张哦。对呀，我和皇帝的妈是夫妻，你说我是谁？皇帝他爸。对，我就是皇帝他爸。真是就这样的感觉，而且他做那坏事多了，所以害死很多忠良，那些主要是指他。他把很多真要忠诚于皇帝的人全给害死。他不是给你免官了，害死，是这样子的。他整个就是联合了后宫，他那个奶妈是吧？联合的这后宫的奶妈以及我不知道的一些人哈，他把皇帝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就和曹操当年的感觉一样。他是这么一个龌龊的一个太监小人啊，他做的坏事多了，我这里就不一一的数了。但是就是这些真正的女鬼干的阴事，和这个魏忠贤等干的这些混蛋的事情，使得大明朝走向了下一步。下一步的预言是什么样的呢？皇帝说，这时候又回到这个刘伯温和朱元璋皇帝啊，明代老祖宗哈，朱元璋皇帝对话的这个时候，皇帝说：“这有什么问题吗？他们是父子，不是顺难当吗？啊，这个父子顺难当，难道是父子争国吗？意思是父子争权力吗？”刘伯温说：“不是，啊，那是什么呢？是树上挂曲尺，树上挂曲尺，欲顺则止。啊，至此天下未已。”啊，那我们就解一下哈，我这就比较直白的讲了。树上头挂曲尺，曲尺呢就是木匠用那个一个直角的 L 型的一个尺子，危不危险呢？它不是安全的呀，随时会掉。这是一个意思，这个意思还不是特别要害。第二个，我们华人把这个身体叫躯体，对不对？躯体躯干，对不对？叫躯体。所以屈尺，尺是什么呢？尺是耻辱。树上挂着明朝的耻辱，还有欲顺则止。这个时候就知道了明朝正宗的皇帝，明朝正宗的皇帝就是崇祯皇帝。
对，最后一个正宗的大皇帝崇祯皇帝。当遇到了李自成造反，吕自成在陕西的西安造反之后自立为皇帝，他的国号叫大顺。顺，正是这个顺。所以就是止于顺。对，他打进了北京呀，打进了紫禁城啊，就是皇帝住的这个城啊。那么崇祯皇帝去哪里了呢？去后面的景山上头，就是皇宫后头有个小山，就是为了挖水池子挖出来那个土啊，堆了一堆那个山，一个小土包就叫景山。景山上头放煤的那个地方，那个大煤疙瘩上头有树，有个歪脖树，就在那上吊自尽了。从此明代就遇顺则止，从此就灭掉了。树上挂着大明王朝的耻辱，遇顺则止，这是一个顺哈，就是李自成成为大顺啊。好，还有呢，和李自成他们大概同一个时期也是结盟的人，叫张献忠啊，他也自立为王，也叫年号大顺，两个顺还不够。也在同一个时期啊，他和李自成他们一块儿造反的不是啊？还有一个顺治皇帝，清代的顺治皇帝，这是一个最强的顺。但是清朝的顺治皇帝的时候，他称为顺治皇帝的时候，当时是在沈阳，辽宁省的沈阳，这是最早清朝当了满洲国的时候，他是在沈阳为他的国都。后来打进关，打进长城之后，到了北京还是顺治，遇上这个三个顺，而灭了大明，所以遇顺则止。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很感慨呀，很感慨啊，真是对这大明王朝从开国到现在哈，让刘伯温都给预测的重要事件，加上如何亡国，甚至于那皇帝怎么死的都预测出来了。还有这个就是他当中那些细节都预测的那么的准确。对，这个很好玩吧哈？对呀。好，这个时候咱们又回到还是正在写预言诗的时候，刘伯温和朱元璋还在聊啊，就是什么是位移呀？这预言诗当中后头两个字儿位移呀。刘伯温说：“万子万孙，层叠层，祖宗山上备一行。公侯不服朝今绝，18孩儿难上难。万子万孙，万子万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谁了哈。万历皇帝的儿子和孙子。那我们就再复习一下，刚才说万历皇帝就是30年不上朝那一位。对。他那个儿子就是刚当了1个月，被那郑贵妃红药丸害死的那一位。对。再传给他孙子。第一个就是木匠皇帝，就成了木匠皇帝。对，木匠皇帝死了之后呢，传给这个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也是他孙子，因为是上的那个皇帝，木匠皇帝的弟弟。对，就是木匠皇帝都没有自己的儿子，最后没办法，只能传给他弟弟去了。对，对，所以乍一听万子万孙，好像绵延万代，永远的意思。对呀。对，其实不是啊。这是万历皇帝的儿子、孙子，所以你不用多问了，就是这个意思，还这个祖宗山上备一行，对，这就像解解字吧，对，这像一个字谜一样的，对，你看那个宗，完了上面加一个山，宗的上边加一个山，就是崇对，然后你看那个真是怎么组成的哈？备在底下吧，
左边是一字边，啊，那个背上没有一个那个上，你看这3个字组合一起就是真，所以祖宗山上背一行就是崇祯。我的老天呐，这家伙太精准，就连最后精准到可怕。对，他的皇帝的这个名号都给你已经早就给你预测出来了。对。历史有个记载呢，就是当这个李自成的大兵打入北京城之后，崇祯皇帝其实是很能干的皇帝，非常的好。如果崇祯皇帝掉个个儿，变成是万历那个位置的话，那大明江山哈再能传100年没问题。就从万历一直跌下来，但到最后一个再强也不行了，无力回天。就像一艘大船哈，已经千疮百孔，新上了一个船长，就让这个大坏船就变好了吗？补不了了，窟窿太大了，就补不过来。所以当这个李自成打入北京城的时候，这个崇祯皇帝到朝上，这个让太监去叫大家鸣金击鼓之类的，让大家来聚会，没有一个臣子来上朝来听旨，没有。好悲剧呀，那种。那你想这个时候外面敌人大军已经压过来了，这个时候叫谁没人理你了。当年的那个忠臣头都磕破了，是吧？说到最困难的时候，你去找臣吧，我一定是最后一个。说这个时候都找不着人了，太监都跑光了，所以他一个人走到后面皇宫的后头那个景山上吊自杀，无力回天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简单介绍一下，在那个时期的那个上天是怎样的，天和地怎样的。我的天哪！就他这个崇祯皇帝16岁登基，当了17年皇帝，这17年没一天好过的。对，是，就是全国各地旱灾、涝灾、蝗灾、虫灾、什么风灾、雨灾、地震，就没停过。对。然后就是大家逃难要饭、造反，对，就是这种。哎呀，这没一天好日子。对，并且在北京呢，等于头2年呢，还发生了超级严重的瘟疫，20万人死于这个瘟疫。鼠疫。对，等到李自成那个打过来的时候，那守城的兵都没几个，没有兵。对，因为在这个时候，你记得吗？也有说，明朝派军队就抵抗当时满族清朝的侵略嘛。对，就在山海关。很多人不知道山海关是整个长城万里长城的起始点，就是山海关，就在河北那个秦皇岛市那地方，天下第一关，就从那儿那个拐个角过来，要过那个长城嘛。你想派人到山海关去挡敌人，对不对？皇帝亲自下令，这还没到最后的时候向全国招募士兵。皇帝下了令招士兵，可能全国才招了是3万人。3万人之后打了多久呢？你才招不上人来了，人都因为这个灾难都死光了。还有的一批人呢，跟李自成他们跑了。李自成不是最早都是称为闯王吗？所以要吃粮找闯王。所以他这么一喊说，跟着闯王能吃饭，就是这意思。所以很多人家饿得要死的人，男的都跟着李自成去造反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么大一个大明王朝，招3万兵就这么难。可是这3万兵到了战场上去之后，有一半人没有武器，有一半人没鞋穿。到了那里下着雪，那时南方来的兵还穿的是那个草鞋露着脚趾头的草鞋，怎么打仗？所以这边都抱怨着又寒冷，对不对？可是上去第2天全军覆灭，全叫人砍了。太惨了。就是这么惨烈的一个状态，你说谁能当了这个皇帝了？对，这个崇祯还特别的勤政对，累的呀，天天就是这些公文的这些事，累的。你看，越是灾难，就是天灾，越有人祸。对，那时候造反不光李自成一个人是人人都造反了。
都造反成这样子。当人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很多人说干脆造反了。造反怎么着？我也不守什么王法了，抢了。因为我守王法没有饭吃啊，说哪里有饭就抢，你不给就杀，就是这样子。所以抢劫那个犯罪比较严重啊，你也不给我就杀了你，就是这样子，甚至是达到了人吃人的程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天下大乱了，这皇帝怎么当啊？对，就是这样子。何况他前这三代皇帝哈，就是一个比一个混蛋，一个比一个败家，是吧？所以之前我们也有人一些企业家就是说了，哎，我已经上市公司，我已经成功了之后，我没事之后登珠穆朗玛峰去，神经病，那不是真疯了也得装疯，是不是啊？那在干啥呢？作秀，是不是啊？所以我的公司啊，我已经做那么大了，我都不用管，我每天去吃喝玩乐。说你离死哈就差1天而已，对不对？皇帝不好好管，这么大的王朝一样死得挺挺的，死得很惨，死得很惨，惨到了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心情都很难过，对不对？你造这么一个世界多难啊！当毁掉这个世界的时候哈，就是那么轻而易举啊。所以其实弄得最后为什么那个清朝这个时候进关的皇帝不是顺治皇帝啊？为什么顺治皇帝出家呢？其实那个时候他要重新建设这个大中国也很难了，哪有人，哪有粮食啊，哪有钱财来建设啊，对不对？你让我当那个皇帝，做的紫禁城挺威风的，其实既没有兵又没有钱，更没有粮食，谁做的这谁痛苦？其实当时是涉及到这个大问题，哎，一走了之吧，是吧？你们该贪的还贪官，对不对？我做的这么好，你们还骂我，那算了，不干了。最后他也学佛，也看透人间争争斗斗，无非为了财和利呀，哎，所以最后崇祯皇帝不是崇祯皇帝，这个顺治皇帝，清朝顺治皇帝也出家了，也有这样一个天地的这样一个大天灾人祸的环境背景里头哈，所以也算看透了啊人世间的这个沧桑与大道啊。我们讲到这儿呢，其实最感叹的是刘伯温大师啊，你想他把相关的这个人啊出事的人的名字、时代都说得一清二楚，就好像是今天我们读历史在进行写个总结篇一样，就写得这么精准。可是那是大明建造之初的时候，是吧？所以到这个时候的话，已经就是到了300年276年之后，将近300年呢。对，他连300年的事儿都说了。对呀，是这样。据说他是写了后500年嘛，写了后500年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啊。所以我们除了感慨明代的这样的一个大历史之外，还有真是很惊叹伟大的预测家刘伯温大师哈，真是一代神人，哎，一代传奇。当然我说刚才我们开篇的时候讲到了，有一位神人帮着这个朱棣皇帝，这个姚广孝大师，那是奇才中的奇才呀，对吧？他就看准了朱棣可以当皇帝，他就能看准了这一点，而且也确实辅佐了朱棣成为了皇帝，对，而且是个好皇帝。我也再说出来，他之前那个时候朱棣还没当皇帝的时候，不是在南京吗？对，皇都在南京吗？对，朱棣刚当皇帝不是也在南京吗？所以迁都就是姚广孝告诉朱棣，说要让将来的大明江山更稳固的能够持续存在下去的话，说真正的龙脉在北京啊，坐北朝南，统天下，对，一统天下，是这样子的，啊，所以那一开始朱棣就不乐意啊，开玩笑，是吧？后面挨着全是敌对国，对不对？你让我天天去抗击敌人吗？说不是这样子，啊。但是这个大国运就在这里，你到那儿，那个世界就是太平的。因此呢，事实上，在
事实证明吧，大明王朝就是用北京做首都哈，一直统治了260-70年啊，对，持续这么久，算是不错了。我们除了感慨之外的话，那清朝和他年龄也差不多嘛，对，差不多能挺这么久已经很长了，对，世事变故这么多哈，对，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们感慨的是说，这样总是有奇特的人，他能预知未来啊，知道一个未来的世界的走向啊。当然，当代就现在的当代也有很多世界知名的预言家啊，对，都说到了这一点，对，很了不起的，所以大家呢也长一点这个经验啊，长一点这个知识啊，这个就有奇特的人就是能够通灵，像刘伯温是比较系列性通灵啊，这个是很少见的，对，更多的这个通灵者呢，就是对，就是感觉一阵行一阵不行。也经常算错，啊，对，是这样子。当然，骗子更不说了，骗子他不懂了，他只是为了谋生而已哈。但是真通灵的人也不会完全太通灵，像刘伯温这个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在之前，那你想发生这么多的麻烦事儿，那么这个烧饼哥，包括前面出事这些皇帝有没有读过呢？读过，肯定读过啊。我认为多数的明代皇帝都读过，甚至清代的皇帝都读过。读不懂吧？但是越是在当时越读不懂，参不透。越是读不懂，这个预言才会更准确。对。等过后之后一碰，哎，就是那么回事啊。是。对。最后发现了，等事情过去了，才发现是一种吻合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预言。所以叫精确呀。对，所以提前不能解懂了，提前一解懂，这个事儿就会发生变化。对了啊，所以我们好好修啊。对，那我们好好修，其实通过修行，通过禅修，乃至好好走八卦，都可能会通灵。那我在小时候走八卦，我也忘了是半年、1年以后，哎，我自己就有一种感觉哈，哎，我见了人之后就能感觉他很多事儿啊，比如说见到当时一个阿姨啊，30多岁，她认识我，哎。我当时他给我什么原因跟我说话了？我说那个你昨天跟你儿子生气了，他你怎么知道？我脸上写着吗？没有啊，我觉得我就感觉到呀。还有这两天你胃酸嘛？是啊是啊，你走路还腿痛？是啊是啊，你怎么知道嘞？难道我腿拐吗？腿也没拐啊，你怎么知道？我就我说我的感觉了。我的感觉是，当时像一个影子一样的他在跟我说，像一个影子一样的这个阿姨在跟我说，所以这是预知能力当中的另外一种现象。但是每个人预知的现象是不一样的啊。在西方一个国家，就是曾经有一个姑娘啊，就是她在在听人说话的时候，那你说话那个声音就带那种波。他在这个波中来分析你的健康和运气，但别人看不见，每个人说话声音都带那种光波在里头，他来分析你。那一般时候看那个光波根本看不见，怎么分析啊？哎，他就可以啊。还有一些人会有很多了，我就不细讲通灵的那些来源和通道了哈。对，让大家长一点这个知识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烧饼哥的预言就讲到这儿吧。那我们预告一下，下一次直播的时间呢，就是明天啊，北美温哥华时间周六3月26号晚上6点钟，亚洲台北时间周日3月27号上午9点钟，就是明天同一时间。好，明天的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彩，和今天非常不一样，是非常不一样的，不是一个系列哈。但是虽然时间挨得这么近哈，非常的奇特哈，欢迎大家前来收听收看哈。好，祝大家如意吉祥，健康长寿，幸福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修行的理